这个男人拥有让所有修仙者都羡慕的能力，只要他每天随便在院子里一躺，修为便会不由自主地进入他的体内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绝世天才，却被其所在的家族视为废物，因为不小心在宴席上打了个喷嚏，就将他发配到了祖地边缘，自生自灭。男人叫楚玄，2天前还是名万人敬仰的金牌讲师，却在一觉醒来后魂穿到了修仙界，成为了秦国3大家族楚家的13少。本以为自己将荣华富贵一生，可如今却成为了家族弃子。好在天无绝人之路，楚玄刚来到祖地便意外觉醒了神秘系统，可没等他来得及仔细查看，一个黑影便推开了他的房门。来人是楚氏家族的老管家，也是家族中为数不多可怜楚玄的人。老管家告诉楚玄，等过段时间老爷消息后，自己会亲自求情把他接回来，在这之前就委屈13少了。闻言，楚玄却是询问爷爷为何这么讨厌他，自己不过是打个喷嚏而已，何至于这么大发雷霆？老管家表示，这一切全都要从你的父亲说起。原来当初楚玄的父亲天赋绝伦，放眼整个秦国都是罕有人能出其左右，更是老爷子钦点的下任家主。可坏就坏在楚玄的老爹不满家族的联姻，爱上了一个乡下女子，更是在生下楚玄后带着妻子离开了楚家不知所踪。闻言，楚玄脸色瞬间一黑，心想这剧情也太狗血了一些。而在送走老管家后，楚玄刚要回屋休息，系统却再次找上了他。恭喜宿主宅了1天，系统奖励金刚不坏神功。紧接着眼前闪过一阵白光，等楚玄再次醒来时，身边不知为何多了本功法秘籍，正是系统之前所说的金刚不坏神功，并且还是凡境顶级的品质。所谓凡境乃是修仙的第1大境界，共分炼体、聚气和开脉3个阶段，而如今楚玄的这副身体刚好处于凡境，也就是说这是系统特意为他量身定做的。尽管楚玄有些不明所以，但反正自己在这里闲着也是闲着，索性便照猫画虎修炼了起来。就这样过了1天1夜，楚玄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精气神明显提高了不少，身体也似乎变轻了许多。紧接着便伸手抓起一旁的丹药吃了起来，这是他宅在家第2天系统所送的奖励，一箱适合凡境的聚气丹。到了第3天，楚玄收获了一把幻影匕首，第4天则是一本功法秘籍龙蟒灵拳。到现在为止，楚玄已经掌握了一攻一防2大功法，起码在这个世界防身已经不成问题。因此他脱手下买了本列国通史，打算抽出几天时间了解一下这个世界。这时门外的一道声音突然吸引了楚玄，紧接着一个身材非常哇塞的美女便来到了小院之中。男人穿越到修仙界成为绝世天才，怎料却连最普通的杂役都打不过，就因为在家族宴会上打了个喷嚏，楚玄就被放逐到了家族坟场，并警告永远不能回到本家。本以为这辈子算是彻底完了，直到一个神秘系统找到了他，告诉楚玄只要宅在家里，每天就会有各种功法丹药奖励给他。就这样，楚玄在家待了4天，不仅获得了一攻一防2大功法，丹药更是直接给他来了1箱。楚玄也因此功力大增，于是便找来书籍，打算先熟悉如今的这个世界。怎料这时一位身材哇塞的美女带着食物走进了院子。13哥进来还好吗？闻言，楚玄顿时心花怒放，这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云妹吗？而后在2人的交谈中，云妹告诉楚玄，等过2天爷爷心情好了，自己会找机会向爷爷求情放他出来。闻言，楚玄却是一脸无所谓，表示自己在这过得挺好的。可这话到了云妹耳朵里，却以为楚玄是在自我安慰，于是在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楚玄一定要好好等他。对此，楚玄却是一脸无奈。这时他突然感觉到有股强大的真气汇入了自己体内。您已宅家5日，系统奖励修为1年。见状，楚玄当即回到屋内运转真气，可没过多久他便蔫了，因为自己明明感觉到即将突破玄关，但却始终无法迈过那道门槛。好在虽然现在气息无法提升，但他的精神力却愈发强大，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那扇门离他越来越近。楚玄无奈地叹了口气，看来还是自己太着急了。而到了第6天，系统奖励了他一本迷魂术，本着技多不压身的想法，楚玄当即便学了起来。仅仅用了1个时辰，他便已经融会贯通。不过眼下这附近根本没有人，想练手都找不到对象。好在这本功法还有另外一个技能，那便是灵力搜索，可以通过释放灵力感知附近的生命体。随着灵力的覆盖，整个院落中不管是鱼虫还是鸟兽，此刻全都无所遁形。这时楚玄突然听到门外杂役叫喊开饭的声音，紧接着一个贼眉鼠眼的杂役便走了进来。可让楚玄感到疑惑的是，平常都是2个人送饭，今天怎么就变成了1个？而在看到对方手里的饭后，楚玄瞬间一愣，只因他通过灵力探索，竟发现在那白米饭中竟藏着一只蛊虫。千万不要学这个男人修炼，别人修仙都是常年闭关拼命苦修，而眼前的男人却只需每天宅在家里，功法丹药就会自动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更离谱的是，就连修为都会直接强加几身。仅仅5天时间，楚玄便从家族人人鄙夷的废物一跃成为了玄境强者。这天，楚玄像往常一样修炼系统赠予的迷魂术，怎料送饭的杂役突然破门而入，楚玄顿时警惕起来。按理说平常送饭的都是2个人，怎么今天就变成了1个？随着他的目光望去，竟在对方送来的米饭中发现了一只蛊虫。楚玄瞬间怒上心头，
既然你心怀不轨，那就别怪我拿你当第一个试验品了。下一秒便使用迷魂术控制了对方的神经。顷刻间，杂役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。他告诉楚玄，自己乃是一名邪教徒，此次前来是看楚玄独自一人被软禁在这，便想控制他交给长老立功。而在听到邪教徒3字后，楚玄当即一惊，只因所谓的邪教徒全都来自一个名为邪王庭的地方。邪王庭不属于南州任何国家，是邪修们聚集自治的一块区域，那里民风凶悍，整片空气中的弥漫着血腥和杀戮的气息，其中邪王一脉更是实力恐怖，对于整个南州来说都是一种威胁。且邪教的教徒遍及南州各部，混迹于各个阶层，极难铲除。也就是说，眼下邪教已经混进了楚家，如果背后有邪王庭的影子，那么楚家很可能就危险了，自己这个弃子到那时也会被殃及。好在接下来的询问中，楚玄发现这个杂役是擅自行动，想要控制他这个楚家13少回去领赏。不过就这么控制着他也不是办法，必须尽快将这件事告诉那个不喜欢自己的爷爷。也就在这时，楚玄意外发现自己的精神力出现了裂痕，原来这杂役一直在偷偷反抗他的迷魂术，刚才一个走神竟让对方有了可乘之机。不过这家伙强行脱离迷魂术，眼下精神意志已经损坏，陷入了无意识的疯狂形态。紧接着杂役手中蹦出3道利爪，猛地朝楚玄冲去。然而此刻的楚玄却是心不在焉，按理说如今他拥有金钟罩护体，邪教徒根本伤不了他，再加上龙蟒神拳，甚至能秒杀对方。可如果这让做自己的实力就暴露了，届时将会被召回家族，那么系统和院子的秘密就不能再使用了。就在楚玄陷入两难之地时，此刻外面的一道声音让他看到了希望，原来是2个仆人来送饭了。2个仆人在外面听见里面的吵叫，赶紧推开门冲了进去，正看见楚玄遇到危险。楚玄看见有楚家的人来了，面对邪教徒的攻击，楚玄立马装出一副害怕的样子，开始保命。就连2个仆人也对楚玄的行为感到窝囊。邪教徒在院子中对楚玄拼命追杀，最终被2个仆人成功控制住。楚玄则自己撞到墙上，直接把自己撞晕过去。2个仆人对楚玄一阵无语，便带着邪教徒离开。楚玄也不再演戏，睁开眼睛，立刻运行真气，使用迷踪术，真气穿过院子围墙，对着邪教徒刺去。真气犹如利刃一般刺入邪教徒的大脑，这样楚玄的秘密再也没人知道。第6日系统奖励大玄丹1箱，这大玄丹正是突破必备的辅助丹药，看样子是时候要突破了。而此时的楚宅中，老爷正在破口大骂，原来是为楚玄的窝囊行为生气。还好楚家有楚家大少爷楚清。这天云妹来看望楚玄，楚玄十分高兴，2人在饭桌吃饭。云妹叮嘱楚玄以后要多加小心，楚玄则吹起牛逼区区小毛贼而已。云妹则听说有人被毛贼追到撞墙，楚玄则直接喷出，但心里也庆幸自己的废物人设还是保住了。云妹则带来另一条消息，原来是爷爷要召开家族比武大会了。此次的大会没有限制，甚至仆人工匠都可以参加。楚玄则没有接茬，直接叫来云妹，送给了云妹个木盒，盒子里是楚玄收藏的丹药。楚玄看着云妹拿丹药离去，心想此次的比武大会真正目的一定是揪出其他邪教物，而送给云妹的丹药也是系统奖励楚玄用来修炼精神系的丹药。楚玄也决定闭关开始突破玄关，有了丹药加持，云妹在舞台上轻松击败对手。裁判立刻宣布楚云获胜，老爷也对楚云的进步非常满意。楚云一个鞠躬直接退下，下一场比试正式开始，由花匠、老丁头对阵楚家大少爷楚清。楚清面对花匠放弃选择武器，老丁头原来也是邪教徒，想趁此机会直接废掉楚家后起之秀。老丁头不再隐藏，直接发起进攻。老爷一眼就看出老丁头用的是邪功，可没想到楚清以纸画剑挡下攻击，抓住劈来的刀，戏谑地看着老丁头询问公主师承何派。老丁头也对楚清有如此高的功力感到惊讶。就在下人们准备上前帮忙时，楚清直接拦住他们，然后用力一掌，直接打在老丁头胸口。老丁头被打下擂台，前来的仆人直接擒住老丁头。楚清则轻松取胜，楚云也赶紧上前关心起来。楚清这才想起多亏了楚玄的提醒，决定比试结束去看望楚玄。楚玄则再次突破失败，凡人境界的玄关也是极难突破。今日奖励已生成，铜陈术1本，请查收。一看又有新宝贝，楚玄赶紧去查看，居然是隐藏气息的内功心法，可藏匿气息与万物融为一体。楚玄立即练习起来，可以早就被楚云吵醒。楚玄开门见到楚云，可没想到楚云是来道别的。原来楚云突破玄境可以下山历练，这一切还多亏了楚玄的丹药。楚云挥挥手与楚玄道别，楚玄也笑着挥手道别，但回想楚云离开，就再也没人陪自己说话吃饭了。转眼又过了一天，今天的奖励是能把灵力凝化为雷霆巨鱼之间处的分雷指。由于楚云辞别楚玄，心情寂寞，决定今晚通宵练功。可没想到此时墙外的树上有2人正在悄悄靠近，但此时屋外来了2个不速之客，2人正是奔着楚玄来的。2人迅速从树上跳下，轻松越过院墙来到院内。楚玄此时也听到了声音，此时的楚玄正在突破，如果强行打断就会经脉尽毁，没办法，楚玄只能集中精力突破。2人一个布置灵网，一个进屋找人，却发现屋内的灯还没有熄灭，只能慢慢靠近，却发现屋内气息高速流动，布置灵网的人也赶了过来。
得知废物楚玄貌似在突破玄关，决定用毒镖试试是不是装神弄鬼，却被同伴拦下。两人此次来是抓楚玄回去做人质，如果在突破中强行打断，轻则吃傻，重则毙命。就在两人商讨之际，一阵风刮过，屋内等忽然熄灭。两人发觉不太对劲，屋内突然间没了动静，就连楚玄的气息都感觉不到了。两人索性直接踹开房门，站在门口向屋内望去，却听见一阵雷声。此人直接被雷击中，直挺挺地躺在地上。屋内却传来楚玄的呵斥，可同伴却根本看不见是谁在说话。随着一句句的呵斥，楚玄也渐渐露出了身形，同伴却大惊失色，因为在楚玄身上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气息。楚玄则泰然自若地站住，表示只是一个小小的铜陈术而已。听到铜陈术后，表情也不淡定了。既然外面已经布置了灵网，楚玄决定让他看看自己真正的实力。说罢，楚玄直接爆开一身气机，感受到楚玄的气息后，歹徒直接下压。楚玄用力一指，用出了全力一击的龙蟒灵拳。面对楚玄的全力一击，歹徒当场去世。楚玄显然没料到自己的全力一击如此夸张，面对血肉横飞的院子清理成了一大难题。叮咚，击退入侵者，系统额外奖励是灵花一株。楚玄却是第一次听到是灵花，随着是灵花在眼前破土而出，发芽开花，然后一口一个直接把两人的尸体吃掉。随着是灵花的一顿管家时期，楚玄对眼前的场面也是哭笑不得。是灵花在楚玄眼前直接开始吧唧嘴，楚玄则想用迷魂术读取死者的记忆。楚玄把手放在是灵花头部，催动灵气开始使用迷魂术，果然眼前出现了画面。原来两人想潜入楚家释放毒烟，选择了祖地守卫最弱的地方潜入，也正是楚玄所住的院子。楚玄暗自庆幸还好毒气没有释放，还随手奖励是灵花2个仙丹。随着是灵花退走，楚玄也陷入沉思。此次比武大会惹怒了邪教，以后的报复可能会更加疯狂。楚玄靠着系统奖励的武功疯狂修行，此时已经突破了玄境，看到了自己的内景。内景中一片黑暗，只有一丝光亮，这一丝光亮最终占满整个空间，而这光亮之中出现了一颗沙粒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颗沙丸。昨天的奖励如山术，正是可以提升内景的修炼。系统每次的奖励恰到好处地匹配了自己的需求，而每次奖励的书籍也都是极品中的极品。此时的楚家也送来飞鸽传书，老爷看到信后面露难色，原来是徐管家被杀，甚至还有10多名楚家后辈受到损伤。楚家也联合3大家族共同讨伐邪教。在楚玄家中，楚云突然找到楚玄，楚玄没想到楚云这么早就回来了。楚云拿来茶壶要给楚玄倒茶，没想到一不小心倒在了楚玄脸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楚玄的一场梦。楚玄被直接惊醒，但是发现自己居然脸上湿乎乎的，一张猫脸直接贴了过来。楚玄被小猫吓出一身冷汗，原来是系统为了舒缓楚玄的精神压力奖励的天灵猫。楚玄看着眼前的小猫，决定好好训练训练。经过几日的修炼，楚玄的内景已经从沙丸变成了一小块陆地。就在楚玄观察内景的时候，突然上方出现了一只巨爪，原来是灵猫的爪子。楚玄抓起灵猫就开始了说服教育，但灵猫指了指自己的空碗，原来是楚玄忘记喂猫粮了，灵猫上去就是一个嘴巴子。就在此时有人敲门，楚玄前去开门，原来是自己的大哥楚清。楚玄没想到大哥真的回来看自己，赶紧给大哥沏好茶。楚清是来感谢楚玄发现邪教徒的，但楚玄谦虚说到自己什么也没做。楚清还有一件事，就是想让楚玄陪自己下山。楚玄听到下山慌乱起来，由于3大家族联合剿灭邪教，带着楚玄前往，既有高手保护，又能戴罪立功。可以楚玄的修为足归，还不能下山。楚清则愿意找爷爷说情，楚玄则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下山的机会。楚清也为楚玄的话惊叹，楚玄并非表面上看起来胸无大志。楚清便就此离去。楚玄送别大哥，关上门后，为自己刚才的装逼成功高兴。殊不知楚清前脚刚走，躲在树林里的人就要开始行动了。这天刚送走要下山的大哥楚清，可没想到就被邪教的人盯上了。看见楚清走了，便从树上跳下。邪教副舵主陆强准备对楚玄动手，在邪教眼中，楚玄还是那个楚家的废物。陆强准备控制楚玄，让他把毒烟带进祖宅并释放。想好计划后，直接出动，一个翻身进入院墙内。这陆强虽然境界不高，但论前行术却是非常出众。如果自己不想被发现，什么高手都没有办法。陆强看院子没有守卫，也就没有使用前行术，准备直接对楚玄动手。真气化绳直接进入屋内，屋内传出楚玄的叫喊。不一会，楚玄被捆了出来。陆强看着楚玄十分得意，就是感觉楚玄瘦的没有人样。话音刚落，就听砰的一声，陆强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紧接着一个白色的爪子扑了过来，对着陆强就是一顿喵喵拳，直接把陆强拍晕。楚玄也没料到小猫战斗力如此恐怖，表面看起来人畜无害，实际比自己还要强悍。楚玄正想着如何处理陆强，是灵花便从后边发芽了。随着是灵花大嘴一张，叼起陆强就往嘴里放。楚玄也决定看一看这邪教到底是什么目的。原来楚家是他的部下一直在暗送情报，之前来楚玄家的2名邪教徒也是受陆强指使。陆强见都没了踪影，决定亲自查看。楚玄也没料到自己灭掉的3伙其实算是一拨人。此时系统又来了新的奖励，楚玄靠着奖励内景的土地已经越来越大，但是除此之外却空无一物。虽然如此，但初选的精神力正在不断增强。刚刚得到的2种功法，一个因为没有实验对象，一个因为境界不够，全都无法实验。楚玄感觉到修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此时在一处石窟内，三人正在讨论陆强为何迟迟未归。刀疤怀疑陆强背叛了邪教，八字胡认为陆强在等待放毒烟的时机。由于陆强未归，刀疤认为应该禀告邪王庭加派援手，可那样的话又显得几人太废物。谈话间，面具男开口通知陆强无需等待，马上行动。而另一边寻找楚清位置，面具男要亲自出手。几人参拜得令，四散而去下发任务。可陆强这次是单独行动，根本没有接头人，只能用特制训猪来试一试。如果没有回音，就证明大事不好。说罢，一用力直接握碎训猪。这天楚玄正在吃饭，送饭的仆人说大少爷大胜而归，老爷非常高兴。楚玄也没想到胜利来得如此之快。此时郊外的一个山洞中，八字胡确认陆强已经死了。刀疤认为死了总比叛变要好，可是陆强的死因却非常奇怪，因为在楚家根本没发生任何战斗。面具男表示这次邪教元气大伤，损失非常惨重，有一半都是楚家所为。面具男决定把楚家报给邪王，让邪王停处理。几天后，楚玄的院内，楚玄也收到惊人消息，几大家族之一的何家祖弟被释放毒烟，损失惨重。几天前的大胜这么快就招来报复，而楚家此时也调集高手增强戒备，有了何家的例子，绝不能重蹈覆辙。下人则表示，现在的楚家连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。老爷此时问起了楚清，得知楚清与几位长老在一起后，才放下心来。此时老爷却更加疑惑，明明发起者是楚家，为何要对何家动手？殊不知一切都是楚玄所为。转眼半年过去了，树上停着一只小鸟，随着一声猫叫，小鸟腾空而起，天灵猫则扑了个空，这引起了楚玄的一阵嘲笑。小猫对此还想狡辩，可此时的楚玄已经到达虚境，方圆百里的动静都能靠意念感知。楚玄回头一笑，却大吃一惊，原来穿过门外，在30里处的小树林中，楚玄看到了一个大嘴唇子，原来是两人正在搞情爱。两人说着肉麻的话，却让远处的楚玄恶心不已。随着两人的越发过分，楚玄却气得火冒三丈。楚玄决定出手教训一下，随着手上一道真气闪过，一个树枝对着男人的屁股抽了过去。还处在情爱中的男人被打得直接蹦起，赶紧左右查看是什么情况，但很快就忘记疼痛，继续搞起情爱，还越发恶劣，搞得楚玄真是对这不要脸的精神感到无敌。就在事态越发严重的时候，楚玄实在受不了了，握紧拳头催动真气，只听嗖的一声，树林中传出一阵惨叫，吓得男人以为是邪教徒来了，撒腿就跑。楚玄比起了国际手势，这才算得到些许清静。小猫则觉得楚玄下手太重，楚玄则觉得比起这点皮外伤，自己伤得更重。此时系统又送来了奖励，楚玄接过书，打算通宵修炼。随着楚玄的通宵修炼，第二天又得到了条惊人的消息，由于黑月楼的出卖，楚家有一长老陨落。楚玄对黑月楼很是陌生，决定向仆人打听一下，却没想到楚家也在黑月楼买过情报。楚玄担心楚家以后怎么办，老爷已经召回嫡系，还与秦国皇室联手给黑月楼施压。楚玄听到秦国出面才放下心来，这样自己就能安心继续宅在家中修炼了。系统又送来了宅家7个月的奖励，居然是一本阵法和一个阵盘，能够布置阵法的都是真境强者。楚玄虽能布置，但由于修为较低，炼制出的阵盘也比较弱。楚玄这就决定布阵试一试。楚玄看着自己布置的阵法，虽然不是很强，但是对付一般高手也绰绰有余。想着7个月的奖励就是阵法，如果宅够1年，那还不直接起飞？此时楚清遭受邪教攻击，身负重伤，老爷愤怒的声音都已经传到楚玄的院子里。但楚玄怕这是邪教的调虎离山计，决定每天晚上都激活阵法，那样即便发生战斗也不会传出动静。转眼8个月的奖励到了，是一件束缚和风镜类的地级兵器。楚玄脑海立刻闪过画面，有了这件地兵，更是能让自己越级挑战为所欲为。此时的院子外的树上站着邪教的一年一女，在确认了院内就是楚家废物楚玄后，女人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要给楚玄生儿子。男教徒听后当场傻眼，女人认为如果为楚玄生了儿子，对楚家的名声和地位都会有很大影响，说着便朝楚玄的房间走去。但男人担心黑月楼会背叛自己，不料女人却说黑月楼只会利益最大化，而现在的黑月楼恨不得楚家遭受重创。说罢，两人翻墙而入。此时的楚玄正在院中乘凉，立刻感知到有2名入侵者进入。两人此时也看见了院中的楚玄。楚玄没想到女人的样子如此丑陋，女人慢慢靠近楚玄，嘴里还说要跟他一起生孩子。楚玄遇到了变态，直接一指，瞬间击倒了邪教女人。邪教男人看着楚玄的武功瑟瑟发抖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逃，随即转身就跑，可没想到直接撞在了阵法上。男人一看逃跑不成，想用毒烟，没想到被楚玄直接捆了起来。回头正看到是玲花在清理战场，楚玄面对邪教徒邪恶一笑，直接用出了种魂印。随着魂印落在男人头上，男人瞬间就变得无力反抗。这魂印能随时感知状态并且控制他。楚玄决定对邪教徒进行审问。原来两人此次来楚家是要释放魔烟，玄境以下吸入魔烟都会一时混乱陷入疯狂，这样对楚家一定会造成不小的损失。楚玄没想到邪教居然下血本带来魔烟，当即下令让男人返回邪教老巢释放毒烟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在一个山洞内，这里是邪教的大本营，有2人正在抱怨，原来短短几天邪教已经换了3个据点了。
全是因为楚家长老出动导致的。舵主面对手下的抱怨非常气愤，因为自己现在的实力属实也是无能为力，现在一切只有等祝强从楚家归来，看看能不能带来什么好消息。此时秦国邪教副教主与紫月国邪教护法到了，舵主赶紧上前迎接，可手下根本不在乎两人，反而对两人出言嘲讽。刹那间，只见一只手突然抬起，对着其中一人就拍了出去。原来是舵主忍无可忍，刚到的两人对此一幕也大吃一惊，没想到舵主居然当两人面教训弟子，舵主也赶忙回头表示两位见笑。此时秦国邪教副教主也上前询问祝强两人消息，舵主则表示虽然时间久了点，但是以现在楚家的实力出不了什么大问题。随后话锋一转，问其紫月国护法为何亲临于此。自从楚家长老出手后，紫月国邪教损失惨重，一个分舵内舵主与教众无一生还。出于紫月国王室的配合，两方势力迅速集结出击，直接打了紫月国邪教一个措手不及。护法此次前来就是为了联手杀掉楚家长老楚天明，可两人极力劝阻，因为以楚天明的修为，至少需要合境强者联手才可杀掉，而整个秦国只有一位合境强者，这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此时的护法心意已决，既然杀不掉，也要了他半条命，随即拿出自己此次带来的杀招魔烟。舵主建议先等祝强两人回来再做商议。话音刚落，前方来报祝强长老回来了，两人赶紧上前询问为何只有祝强一人回来，并发现祝强有些不太对劲。此时的祝强随便编了一个理由就蒙混过关，可心里却是极其希望舵主发现自己的反常。可以舵主对祝强的信任，居然连看都不看祝强就相信了他的话。此时祝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刚才说自己不对劲的副教主身上。果然副教主上前查看，嘴里一边说着不对劲，一边看着祝强，然后说祝强应该是吃坏肚子了，居然连脸都憋紫了。随后让祝强赶紧汇报，汇报完抓进去解决生理问题。祝强只能来到舵主耳边汇报，趁其不备直接掏出魔烟，对着舵主就是一击。刚刚被偷袭的教主此时一脸懵逼，连平时很熟悉的护法也没看出不对。可此时的祝强根本不受自己控制，眼睛血红的看向护法，然后全力一跃，直接向护法飞奔过来。可此时护法因为有魔烟在手，无法反击，直接被祝强一张拍飞。祝强此时化身恶魔，哈哈大笑。护法却说整个楚郡都被祝强毁了。没想到祝强听后一愣神，随后直接竖起中指，说道别说个区区楚郡，就算整个秦国邪教谁能敌我？护法认为祝强疯了，赶紧回头让人杀了他。后方已经集结数人，正是楚郡八邪，为首直接上前，原来他正是祝强的师傅。见祝强如此，还想出言相劝，没想到身后人表示无需多言，祝强刚才的所作所为早已死罪难逃。此时祝强直接抬起手指，之间手指处一道金光闪过，随即从指尖迸发出一道金色能量，直接对着为首之人射去，随即还出言嘲讽屁话太多，说自己还有些意犹未尽。面对祝强此时的功力，大家也非常镇定。原来祝强现在已经燃烧阳寿，只为强行提升修为，这种情况下最后只会落得暴体身亡。众人觉得此时不得硬碰，决定撤离。可突然一双手出现在了身后，原来是祝强从身后按住了其中一位师兄。师兄此时慌得一批，因为此刻大家都已逃离，师兄只好无奈回头对峙，问祝强为何别人不拦，偏偏抓住自己不放。祝强上前一手抓住，之后画风突变，自行脑补。没想到角落传出声音，原来是刚刚受伤的护法。祝强则表示，依然到了这种时刻，居然还有人愿意陪自己。可两人没有一个是自愿留下的，一个是被祝强按住的拜把子兄弟，一个是不能化身博尔特的重伤护法。祝强看着两人嘴角一笑，在师兄的惨叫下化为灰尘。此时洞内爆炸传出的尘土，无奈表示又要搬家了。而此时的楚玄屋内传来系统声音，由于足不出户宅在家里反杀邪教，奖励10年修为。楚玄听到后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一个哈欠，暗自高兴，没想到自己的突发奇想还真的奏效了。此时的楚玄已经突破虚境，但是感觉实力增长的越来越慢。如果按照这个进度，对付邪王庭的高手大概还需要1年时间。楚玄拿出奖励的丹药，决定实力不够氪金来凑，随即直接把1瓶药全部吃下，想要靠嗑药成为秦国第1强者。可刚吃完不久，肚子就传来了叫声，楚玄暗叹不好，难不成会因此丧命？随即跑到墙边呕吐起来。缓过劲来的楚玄心想，这药还是不能瞎吃，药性相冲，吐一吐还好，要是来个意外死亡就太不值得了。随后肚子一阵翻腾，再次吐了起来。楚玄捂着脑袋，看现在这种情况，只能先休息一下了。随即眼睛一动，手随心动，直接抓住一只小鸟。楚玄也没想到自己宅了这么久，速度居然还这么快。随后内视境界，居然已经突破来到了合境，以现在的实力，应该与楚家长老楚天明不相上下，在秦国也算是顶尖强者之一。楚玄此时躺在院子里，只盼着能再来一些邪教的人来试一试自己的实力。可此时的楚家外并不消停，有一人前来拜访楚天明，此人正是黑月楼楼主万长。楚天明也没想到万长能亲自前来。由于楚家之前的情报泄露，损失惨重，楚天明直接对万长开始责备，万长则让楚天明息怒，因为这次自己带来一份重要情报。楚天明也知道情报的重要性，索性也坐了下来，直接让万长开价。没想到万长直接开价100万，楚天明听后直接喷出，认为万长在故弄玄虚。可万长提议先说一半，可以等楚天明认为情报后再付钱。
随即说出了魔烟。听到魔烟的楚天明心中一紧，直接扔出50万让其继续说下去。万长也说出此次紫月国派出一位邪教护法，两人再次僵持住。万长作为生意人，那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想要万长继续说就要把钱交齐。楚天明只好乖乖奉上。万长则说紫月国护法此次带魔烟目的就是楚家族，而楚天明则暴怒，因为自己的楚家守备森严，认为万长的情报远远不值这个数。万长则继续说道：邪教弄到了2件虚钱宝衣。楚天明听后直接愣在原地，紧接着向万长确认消息真实性。万长表示自己做情报生意根本不卖假消息，如果情报有误，自己愿意假1赔3。长老此时刚刚得到消息，邪教正要对祖地下手。楚天明听后意味深长地看向万长，然后赶紧带着楚云回族宅。此时的楚天明心知肚明，黑月楼不会如此好心，以黑月楼的行事作风，一定是一份情报卖2份钱。心想如果楚家遭到重创，一定先了黑月楼。回去后的楚云找到楚玄，说出了最近邪教可能会对楚家动手，甚至还搞到了能隐匿行踪的法器。楚玄听后心想最近更要收敛气息了，随后观察巡逻人员的修为，心中断定此次可能出动了虚钱宝物。此时的楚云十分关心楚玄，想带楚玄回族宅找爷爷求情。楚玄当然不肯离开这里，说自己在这住得很舒服，拒绝了楚云。可楚云却说这里很不安全，因为此次邪教大举出手，这里离本家又非常远。楚玄心想邪教分舵都炸了，还能有什么行动？楚云却说邪教此次找来一位大人物，据说手中还带着魔烟。楚玄听后赶紧问到什么时候的事，心想幸好筑墙及时炸了分舵，不然的话此时楚家已是遍地狼烟。楚云此时还在关心楚玄的安危，想带着楚玄回去求情，楚玄依旧不肯离去。楚云听后直接坐了下来，说既然13个不回去了，我就在这里陪你。楚玄则说两人在一起实在不方便，还是希望楚云回本家去住。可楚云心意已决，在这里还能保护楚玄。楚玄则说邪教来了自己自会出手。没想到楚云听后微微一笑，紧接着站了起来，说没想到楚玄越来越幽默了，但自己更希望出事的时候楚玄不要出手，能老老实实待在安全的地方。楚玄则表示区邪教自己能够轻松摆平，可任凭楚玄怎么说，楚云就是执意不走，直接躺在了椅子上。楚玄此时也没什么办法，只能暂且如此。此时的族中正在开会，长老表示不能一味的防守等待，需要采取措施诱敌深入。此时有人提出楚玄还在祖地边陲，可没想到楚天明听到后脸色一沉，说自己已经派楚云前去，如果不回来重点留意即可。倘若这次行动中死去，活着也不过是抹黑楚家的名声。可妹妹楚云因为担心楚玄的安危，执意住在此处。楚玄观察楚云的境界居然达到了玄境2重，决定帮一帮这个心疼自己的妹妹，随手扔出一本秘籍。楚云接到秘籍后先是一惊，然后拿起书询问楚玄为何会有这种书。楚玄则说这都是自己老爹留下的好东西，还叮嘱楚云以后一定要按照书上修炼。此时的本家内，几人观察楚天明的动作，没想到楚天明当场暴怒，原来这些天自己苦等的邪教一点动静没有，如果这么等下去，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楚天明踱步走出门外，对着天空就是一顿芬芳，想以此方式刺激邪教。声音之大都传到楚玄耳朵里。此时黑月楼万长收到消息，邪教起了内乱，筑墙以下犯上，原地自爆。紫月国护法也只剩半条命，现在疯疯癫癫。此时的下属问道需不需要赔偿楚家，万长却说这样不但丢了黑月楼的信誉，还记上你我的过失，如果那样年底评优年终奖都与你我2人无关。下属听后慌忙问道那应该怎么办？只有得到更有用的情报去找楚家交换，才能挽回声誉。随后万长拍了拍下属的肩膀，表示还需要他冒一次险。此时楚玄也推测楚天明应该很快就能知道邪教的事，凭自己现在的实力，就算遇到反扑能轻松化解。虽然武功强悍，但是消息方面却非常滞后，如果自己能掌握黑月楼的话那就好了。正在思考时，又有仆人来送晚饭。楚玄看着前来送饭的仆人感到陌生，心想除了邪教和黑月楼，不知道还有几方势力在此周旋。就在楚天明焦虑之际，突然有下人匆忙来报。楚天明看如此急躁，以为邪教打进来了，属下却说是好消息，接着说出邪教在楚郡的分舵炸了，是乌青两断，窗腿瓦败，横尸满院，血污满墙。楚天明没想到属下的语文功底这么扎实，但听到邪教的重创后非常震惊，却不知是何人所为。属下猜测此人定是修为极高，如果这样就不用再担心魔烟的问题了。楚天明听后小嘴一歪，然后双手叉腰哈哈大笑，这下看黑月楼怎么收场。然后准备带上手下一起前往黑月楼，看看万长要怎么3倍赔偿给他。此时楚玄正在院中闲庭信步，突然抬头看去，原来是楚云出来了。此时的楚云在楚玄的帮助下已经快要突破了，楚玄则劝楚云回祖宅突破，楚云却没想到楚玄居然能看出自己的修为。楚玄当然不想露馅，随便说自己只是修为差，又不是没修为。楚云听后也没多怀疑，但此时楚玄突然意识到有人朝院子走来，居然是楚天明来了。此时族中长老来到此处，见楚玄没有行礼上去就是一顿臭骂，看楚玄这个样子是不想回祖宅了。楚玄对此也是满不在乎，不回祖宅正合自己心意。楚天明突然看向楚云，一眼看透楚云要再次突破，对着楚云又是一顿夸奖。楚云也极其谦虚，还说自己能够突破全部归功于楚玄。楚天明一听当场讥笑，认为如果楚家都像楚玄一样早就覆灭了，
还说楚玄根本不配做楚秋洛的儿子。楚玄听后当场暴怒，毕生霸气也全部外露。楚天明也立刻感觉到了何境强者的气息，虽然只是一瞬，但楚天明也成功捕捉。作为大秦国唯一的何境强者，楚天明后知后觉，摆了摆手，认为只是无敌太寂寞出现错觉，随即看向眼前的手下。此次前来是决定带楚云一起前往黑月楼，还给楚玄一个台阶，让他杖罚50之后就可以回祖宅。楚玄听后自然当场拒绝。楚天明听后也是摔袖离去，楚云也赶快上前劝说，认为50杖罚已经很轻了，但楚玄就是不认。楚天明临走时还吩咐手下，虽然楚玄一事无成，但也要特别关照与保护。安排完后，楚天明等人到达黑月楼，楚天明当面对质万长情报问题，万长也没想到自己的情报居然会出现意外，看着楚天明的架势，一定是想让自己3倍赔偿。此时楚天明直接让万长自行决定，赔偿是小事，但如果丢失了黑月楼的信誉，处罚会更多。万长赶快说出自己还有一条邪教的情报，但楚天明认为现在的邪教没有什么消息价值100万。万长又当面保证，以后如果有秦国或楚家的异动，一定第一时间通知。不料楚天明突然上前反问，难道以前的消息都是拖延时间后才告诉自己？万长赶快狡辩说黑月楼一直以信誉为重。楚天明听后默不作声。万长赶快接着说到，邪教又派出1位副教主与2位护法，几人现在已经抵达楚军。楚天明认为虚境8众的副教主与虚境7众的护法构不成威胁，想知道几人此次的具体行踪，但万长则表示这是另一个情报。楚天明收到这条情报根本不值100万，虽然黑月楼情报很快，但不出1天楚家也会收到消息。万长只好拿出地图指出几人的藏身地，不料楚天明拿起地图转身就逃，既然知道位置，就决定先下手为强。此时山上的一处房间内，在内的正是此次前来的副教主等人。楚军舵主还在解释筑墙发疯的原因，但副教主此时只关心朱燕的死活。舵主急得满脸是汗，说这次因为楚家已经折损了1/5的力量，如果自己没猜错的话，一定是黑月楼提供的情报。副教主则不这么认为，黑月楼不是万能的，而且一直都是以利益为主，为了更大的利益，怎么可能轻易出售情报？随即决定今晚就去楚家族地一探究竟。但舵主认为楚家强者众多，还有些犹豫。没想到副教主在就掌握情报，楚天明已离开族地，而自己既然敢去，肯定是有把握全身而退的。原来副教主此时已经突破虚境9重，副教主还随手丢出一颗小球。舵主接到手一看，居然是逃命灵气遁空珠，哪怕被楚家族老围攻，只要不被瞬杀就能够遁逃。如果闯了楚家族的全身而退的话，必定会给楚家莫大的压力。此时的楚玄还在悠闲的读书，宠物猫趴在房梁上睡觉。邪教2人组已经来到楚家，副教主认为此次的目标就是闯进楚家全身而退即可。舵主则认为这里有许多楚家族老，没想到副教主却说要建一个杀一个。舵主心想自己实力不济，一定要小心谨慎。2人进入后来到了楚玄的房子外，副教主突然改变想法，要活捉楚玄。第一个方案是控制楚玄成为邪教在楚家的棋子，第二个方案则是将楚玄收入邪教，成为一把杀戮之人，传授楚玄邪功，日后在楚家大肆杀戮，那样即便楚秋洛回来看见是自己儿子也无可奈何。舵主则害怕楚秋洛发起疯来屠杀整个邪教，副教主却说即便发疯也应该把账算到楚天明头上。2人商量好后立刻出发。此时楚玄一声叹气，不知道为什么邪教的人这么喜欢针对自己离不开院子，却偏偏要自己送上门。感受到其中有一个虚境9重的人，楚玄决定种上魂印为自己所护。2人此时已经来到院外，副教主直接发令开始动手，没成想自己脚下突然出现光圈，副教主感到危险，大叫不好，自己却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跪了下去。此时不但感觉到了何境强者的威压，连自己的精神都被压制了，无法激活遁空珠。此时的楚玄打开自己一身气机走了过来，居然是何境强者。舵主根本没想到眼前的废物居然是何境强者。此时房梁上的天灵猫扑了过来，对着舵主就是一个大嘴巴子。楚玄走过来，看着已经昏迷的舵主，一度怀疑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老爹才被这么针对。此时的楚天明已经赶到黑月楼，大声呵斥要让黑月楼退钱。原来楚天明按照地图指使却扑了个空。万长则说情报绝对不会出错，而且张奎是大活人，极有可能是恰巧离开。楚天明则认为是万长又把情报卖给邪教，以此来赚钱。万长则说黑月楼的规矩必须要间隔1天才能出手，还说张奎的藏身处离楚家不远，如果张奎不在内，极有可能是去了楚家族地。楚天明听到后也恍然大悟，决定先不跟万长纠缠，日后再来算账。此时的楚玄院内，楚玄看着眼前虚境9重的副教主非常满意，认为这等境界在邪教也一定是个大人物，如果现在杀掉的话，一定会引来更大的麻烦。此时的张奎看见猫的实力都如此强，心想本人的实力一定深不见底，赶忙自我介绍乃是秦国邪教第1副教主。楚玄心想如果控制他就能不被骚扰，还能掌握邪教一手情报，但张奎看着眼前的楚玄，感觉心里直发慌。此时躺在地上的舵主不淡定了，如果副教主有价值不被杀，拿自己一定凶多吉少，赶快大喊自己是楚郡舵主也有价值。2人被舵主喊懵了，楚玄也不墨迹，直接给2人全部种上魂印，吩咐张奎让邪教以后不要打扰楚家，还说让张奎好好干，会帮助张奎成为秦国教主。紧接着问到对黑月楼有多少了解，张奎认为黑月楼无孔不入，一定拥有刺探情报的宝器，还说表面上秦国最强者是皇宫内外，可其实上黑月楼在秦国的分布有一位神秘强者更胜一筹。
此时楚玄突然察觉外面有一道强者气息，一定是楚天明得到情报赶了回来。楚玄丢给两人一道逆行符，让两人赶快撤离，也趁机想看看黑月楼是否真的无孔不入。两人得令后迅速翻墙撤离，楚玄也暂时不用担心邪教的骚扰。此时系统传来提示，奖励到账。此次奖励的正是能看破虚妄、窥探天地法则的眼瞳，还可射出2道天金瞳光，杀人于无形。自身的境界也成功突破了合境8重。楚玄看着自己的修为，真希望再来几个邪族强者，可转念一想，还是得稳一稳，绝不能冒险。此时的黑月楼内，万常见楚天明回来，正想敲他一笔，没想到楚天明开口就是责怪，说黑月楼根本无信誉可言。万常听了一脸懵逼。楚天明说自己在楚家巡视了一晚，张奎根本没有出现。黑月楼收了100万灵金，居然提供了2次错误情报。万常听后说，黑月楼的情报向来准确无误，绝对不会出错。楚天明反问，现在张奎在哪？为何自己巡视了一晚都没有发现？直接嚷着让万常退钱。万常听后冷汗直流，想去核实一下信息，心想张奎根本没有理由不去楚家，难道是临时怂了？招来手下立刻询问张奎的下落，没想到手下根本不知道。万常听后气急败坏，想要用扣除年终奖恐吓手下，手下却说张奎昨晚确实去了楚家，但不知为何此人凭空消失了。完成听后勃然大怒，命令手下加派所有人手，尽快查出张奎的行踪。转念一想，一定要在这段时间稳住楚天明，不然闹起来肯定会影响自己的仕途。随后来到楚天明面前，表示自己已经加派人手追查张奎。楚天明却不依不饶，想让信誉第一的黑月楼给个说法。万常只好承诺一定全力协助楚家除去张奎。楚天明却说以张奎的实力还有神器遁空珠，想要杀他绝非一件易事。万常则表示会在张奎激活遁空珠后找到其位置，将其躲杀。楚天明听到万常的答复也很满意。此时系统突然传来提示，楚玄看着突如其来的奖励有点懵，转念一想，可能是因为自己收服张奎的原因，自己只不过给了他逆行符，想要试探一下黑月楼，没想到黑月楼也不过如此。此次的奖励补神术是可以修补残魂的神级秘法，真言术也同样是神级秘法，可以让人口吐真言。楚玄突然之间又多了2本神级秘法，心情非常愉悦。就在这时，系统再次出现提示，楚玄也没想到这样也可以收到奖励。手中的7彩神光是不论肉体还是神魂的攻击都能防御下来的神器，有了这个防御神器，楚玄更是可以在家安心修炼了。此时的黑月楼已经炸开了锅，万常在楚天明的逼问下依旧一无所知。楚天明勃然大怒，认为万常在消遣自己。万常则表示自己已经倾尽全力探查，但还是没有确切消息。他也没想到张奎就这样凭空消失，哪怕死了，自己派出的人手也应该能收到情报。楚天明苦等3天，却一点消息没有。他现在非常怀疑黑月楼与万常的能力。万常还在为自己与黑月楼的情报能力狡辩，让楚天明再等1天，自己一定有确切消息。楚天明听后同意转身离开。万常找到手下，让他对张奎是死是活要个说法。手下则慌乱地表示张奎应该是死。万常听到后问手下对张奎的死有多大把握，手下则表示自己有8成把握，因为还需要再去确定才能知道。此时的楚玄躺在庭院看书，书中写的正是邪王庭邪王的悲惨原生。邪王年轻时自宫只为修炼强大功法，结果发现敌人功法不但比自己强大，还娶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。邪王从此心里失衡疯魔了，血祭100万人只为恢复男儿器官。邪教的血魔功正是这时所创。邪王凭借血魔功成功恢复男儿器官，还杀了仇敌，霸占了心爱的女人。可没想到女人对邪王的硬度非常不屑，认为无趣。邪王听到后走火入魔，当场去世。楚玄也看了邪王的故事后，也感到非常悲惨。这时突然有下人来访，寿老爷指派来邀请楚玄回祖宅居住。楚玄不知道楚天明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但自己如果现在回祖宅，这1年多岂不是白展？立马转头告诉下人自己在这住的很好，不会回去。下人说老爷已经不计较楚玄以前的过错，这回可以无条件回祖宅居住。可楚玄说自己在这里住习惯了，说什么也不回去。下人无奈只好回去复命。没想到系统却传来提示，楚玄因祸得福，居然又得到了奖励悟真茶。悟真茶是合境突破真境的补品，可以助人领悟天地的真意，突破瓶颈。此时楚玄的修为已经是合境8重，有了这悟真茶，提前感悟天地真意，就可以大大缩短突破的时间。楚玄也迫不及待想先泡一杯尝尝，拿起泡好的悟真茶一饮而尽。楚玄闭上眼睛领会这天地间的真意，不一会儿功夫就突破了合境9重。按照这个速度突破真境指日可待。此时的楚宅之中，楚天明听到下人的回话，也不再理会楚玄，让楚玄想去哪就去哪，不必理会。此时的黑月楼已经炸开了锅，万常看着前来兴师问罪的楚天明，只好说张奎死了。楚天明自然不相信万常的话，但万常表示黑月楼的情报绝对不会出错，而且哪怕没死，只要他出现，黑月楼也会第一时间弄死他，以此来保证情报的准确，还承诺可以接楚天明一次委托任务作为补偿。楚天明听到也正好有一事要调查，那就是探查自己儿子楚秋洛的去处。万常答应了下来，必有通知，一定的一时间通知楚天明。楚天明听后双手抱拳，用出江户最高礼。此时系统又送来了奖励，这次是下品地气玄火，内蕴玄火，焚天主地，
威能无双。楚玄内视自己的境界，也一只脚踏入真境，准备再喝上几杯茶，没准就突破了。突然传来了开门声，原来是楚云前来感谢楚玄，多亏了那本心法，现在楚云已经玄境3重了，还劝楚玄也要多加修炼，不要丢三叔的脸。楚玄则满不在乎，认为现在的日子很舒服，随手倒一杯茶递给楚云。楚云结果想都没想就喝了下去，顿时感觉身体发生了变化，喝完感觉整个人都精神多了，有一种升天的感觉。楚玄看着眼前手舞足蹈的楚云，说这是老爹留给自己的茶，当然不一般。楚云听到这个解释后也觉得非常合理，楚玄也决定每天都给楚云喝雾真茶，假以时日，若破真境肯定没问题。楚云也发现出一点小猫腻，问楚玄为何从来没走出过院子。楚玄则说自己这是在修行，可楚云却满脸疑惑，也没看出楚玄的实力有所增长。楚玄则说自己修的是心，心有多高境界就有多高。楚云似乎听懂了，认为现在实力这么弱是因为心境不高导致的。楚玄则解释自己修炼的乃是老爹秘传功法，前期看似实力弱，一旦领悟就是一飞冲天，而且这个功法十分苛刻，楚玄也是因此才不回祖宅的。楚云听到后恍然大悟，决定以后再也不逼楚玄回祖宅。此时黑月楼探子有重要信息，张奎曾经短暂出现过，但没能的一时间击杀，被张奎逃掉了。万长听后心中暗喜，幸好自己只跟楚天明一个人说过此事，传令让手下继续追查张奎的消息，就不信一个大活人会凭空消失。楚云站在楚玄面前，说自己现在要回祖宅准备突破，然后转身告别离去。楚玄表面关心着楚云，心想以楚云现在的修为，应该不会被楚天明逼昏了。随后躺下在数本顶级功法中，犹豫要看哪一本。突然一股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，楚玄赶快开始打坐，真气瞬间环绕全身。一会儿功夫，楚玄睁开眼睛，随手一捏，居然出现一只兔子，这就是真境的标志，化物为真。楚玄此时也在感叹真境的神奇。不出所料，系统传来提示，再一次奖励了一只宠物。楚玄看着眼前的小宠物，十分好奇。撼天金鹏乃是上古神兽，不但拥有极速，还上可撼九天下，可列左右。虽然只有小小的身体，但实力却是真境一宠。此时天灵猫却走了过来，天灵猫对新到来的宠物有些抗拒，撼天金鹏自然也是不服，运转真气对着天灵猫冲了过去。天灵猫也全力以赴准备迎战，就在两人快要交手时，被楚玄抓住，一只手抓住一只，制止了这场内斗，带着两个宠物走到院子中，感叹现在以现在的突破速度，宅够1年一定能够突破地境，而自己只需要再在院子之中即可。无聊的楚玄看见盆栽，准备修剪一下，感叹现在自己的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服，完事具备之前美女相伴，没想到处处有惊喜。楚玄就连裁剪盆栽都能获得万千丹金。楚玄看着触发的随机奖励，心里就是一个字爽，赶忙看向奖励的书籍，其中万灵点可认识天地间任何灵物，万千丹经则是记载了所有的丹方，包括已经失传已久的丹方与手法。楚玄看着眼前的丹方，觉得可以让楚云学一学，随手找几张丹方放在他的修炼心得里面。楚云如果学会，家族地位一定会提升，有可能成为家主之下第一人。楚天明要是知道，更舍不得让楚云离开楚家。此时的邪教内，一人认为护法陨落在秦国，一定与楚家脱不了干系；教众认为护法已经确定是在内乱中陨落。虽然情报如此，但如果没有楚家对邪教的破坏，这一切也全然不会发生。所有的一切源头，都是楚家破坏邪教的布局开始的。此人决定立刻召开会议，要把这笔账全部算在楚家头上。这天，楚云前来告诉楚玄一个好消息，自己已经突破了玄境4重。楚玄看着楚云，对此很满意，又拿出事前准备好的丹方递给楚云，让楚云自己勤加练习。没想到楚云看见丹方后非常吃惊，楚玄也看出了楚云的不对劲。楚云拿到丹方后转身仔细查看，楚玄看着偷偷摸摸的楚云，认为楚云是在怀疑丹方的来历，赶紧解释这是老爹留下的，自己只是太累不爱学，来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楚云则表示丹方在南州非常罕见，如果这个消息被其他势力知道，楚家将会面临灭顶之灾，被邪王庭盯上，后果更加不堪设想。楚云决定要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偷偷学习。楚玄听到后觉得谨慎一点也好，再次拿出一道玉符交给楚云，在暗中联系被种魂印的张奎，让他暗中保护楚云，以他的境界在楚国境内应该不会有事。安排好一切后，楚玄又可以安心待在家中了。此时的一处山洞内，邪教已经聚集一群人在开会，为首的人要为紫月国讨一个说法，但有人认为楚家实力强大，秦国也非自己的地盘，贸然出击怕遭遇不测。为首之人表示，虽然身在紫月国，但楚家破坏了邪教多年的布局，邪王庭对楚家出手是早晚的事，不如趁着邪王庭吩咐之前动手。而且对付楚家不一定非要正面冲突。听闻楚秋落的儿子被逐出祖宅，可以把他先抓回来议一番。有人表示，既然被逐出祖宅已是无用之人，带回来也不会有什么用处，但他可是楚秋落的儿子，哪怕是废物那也是有价值的。如果有一天楚秋落回来，也可以当人质，使其投鼠忌器。此时人群中出现一人，表示愿意去完成这个任务，看着是最擅长隐秘的楼远长老为首之人，当即同意。此时的楚玄还在家悠闲的喝茶，最近邪教没什么动静，时区到。话音刚落，结界就传来警报，有强者入侵。楚玄真是说曹操就到。看着实力在虚境3重的邪教，分析一定是长老层，但为何张奎没有给自己传讯？此人开着迷宗步，直接朝着楚玄院内径直走来。
看着主动送上门来，楚玄觉得好好伺候一番。但此时的院子外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楼远也没想到这里居然连个护院都没有。走进来正好与楚玄四目相对，开口问道：“是不是楚秋洛的儿子？”楚玄听到后一阵无语，自己那个老爹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怎么谁都想抓自己。听到楚玄的回答后，楼远直接冲了过来，可没想到背后突然出现一条灵蛇，楼远只能转身先躲开攻击。看着眼前的楚玄，认为自己中了圈套。楚玄也问到为何对楚秋洛的儿子念念不忘，但楼远还在分析眼前的为何会出现妖兽，确定附近没有其他人后，决定找机会擒住楚玄。楚玄见楼远一句话都不说，直接一招灵蛇对着楼远扑了过来。就在楼远以为必死无疑时，灵蛇居然消失了。楼远看着眼前的一幕，瞬间明白，这难道就是真境的化物为真？楼远不相信楚玄能有此番实力，认为眼前的人是楚秋洛假扮的，对外宣称失踪，实则改变相貌埋伏在这。楚玄看楼远这么有想象力，感到好笑，表示自己就是楚秋洛的儿子楚玄，还盘问是哪个邪教分舵的。楼远看楚玄的实力如此强，只能全盘托出。楚玄听到对面是紫月国邪教，特意跑来秦国抓自己是什么意思？楼远表示只是为了报紫月国护法的仇。楚玄也没想到上次筑墙反杀的效果这么成功，看着眼前的楼远，决定给紫月国邪教一个教训。随后为楼远种下魂印，并灌输一道灵力，命令楼远回到紫月国邪教，能杀几个杀几个。如果能够重创的话，楚家的压力也会小很多。趁着这段时间，让自己安稳宅在家中，只要突破地境邪王庭就不足为惧。楼远得令后，迅速赶回紫月国邪教分队。有人看楼远独自一人回来，以为是任务失败，楼远则说道：“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，从今天起教主之位归我了。”众人看着大言不惭的楼远，以为脑袋坏掉了。楼远则表示自己得到了大机缘，假以10日就可突破合境。在座的各位谁支持谁反对？此时由于楼远的嚣张表现，众人纷纷开始痛斥楼远。有和事佬还想上前劝说，不料楼远直接破口大骂，还说老子跟你们抱团简直就是侮辱。此人听到也认为楼远无药可救。楼远依旧嚣张地问道：“谁支持谁反对？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。”众人看着楼远居然说出如此狂妄的话，都对他表示非常不屑，认为他本事不大，吹牛逼倒是挺厉害。楼远看到居然有人出言嘲讽自己，决定拿他开刀，随后一道剑气斩向此人，当场命中斩断了他的一条手臂。其他人看楼远所作所为，看出楼远真的疯了。楼远也不再犹豫，再次挥剑，剑气再次瞬间秒杀一人。此时的众人还想让楼远冷静，楼远则说自己给过你们机会，既然全部逆我，那就全部去死吧。看着疯癫的楼远，众人根本不相信他有这个实力。刚才被斩断手臂的人表示楼远已经疯了，让众人速度杀了他。没想到楼远听到后直接持剑而来，一道剑气直接送此人归西。众人看到后才知道楼远果然偶遇机缘，这股力量就是他狂妄之本，但他也受到影响，现在已经神志不清。大家决定一起出手，合力压制住他。不成想，此时楼远身上亮出七彩光芒，随着楼远的咆哮，光芒越来越亮，而楼远的脸也越来越扭曲。原来楼远正在自爆。众人看到后，全都在骂楼远这个龟孙。随着一个巨大的国语声起，众人也全部随楼远而去。等到教主赶回来，发现此处只剩一片废墟。看着奄奄一息的白胡子，赶快上前询问。白胡子赶快说明情况。教主听后却认为楼远没有这个实力，想问问其他人的情况，没想到其他人全部死亡，只剩白胡子一人。教主听到直接傻眼，因为这意味着自己教内7成长老全灭了。白胡子提醒教主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。教主听后赶快拿出秘制小药丸，让白胡子再说一说具体情况。楚玄的脑海中又响起了奖励声。楚玄看着此次的奖励大为震撼，修为也被奖励了10年，来到了真境3重。但楚玄还是嫌提升的太慢，只因自己现在的境界实在太高。拿起本次的奖励仔细查看，天雷闪乃是一次性爆发灵气，蕴含天雷之力，对邪修有克制之效，一旦激发爆炸威力惊人，足以重创真境1重强者。楚玄拿着天雷闪，心里美滋滋，心想这样一来自己就能安安静静的宅到1年，短时间内不会受邪教干扰了。但突然楚玄感觉到有人，原来是张奎前来找楚玄。张奎见到楚玄恭恭敬敬，楚玄则问张奎找自己什么事情。张奎则说紫月国邪教与秦国邪教暗中联手，企图挟强者突袭楚郡，以围杀楚家强者为目标。楚玄认为如果计划实施成功，楚家必然损失惨重，甚至于楚清、楚云都会有危险。而且如果楚家一乱，自己的安稳小日子可宅不住。楚玄命令张奎把情报透露给楚家，楚家得到情报后自然会应付，而张奎的任务就是保护楚云小姐。张奎听后也表示自己这就去办。楚玄还吩咐张奎暗中帮助楚云，帮他收集各种灵药与天材地宝，随后给予张奎一个瓶子，让他将其出售换取灵药。随后在身后幻化出2条合进5重的大蟒，吩咐张奎一会儿偷偷接近楚云，接近后1条大蟒会自动融入他体内，另外1条就留给张奎保命用吧。说着将1枚丹药扔给张奎，此丹可帮张奎快速突破合境。张奎放在手心连连感谢。楚玄看着张奎走远，心中却想起了楚天明，认为楚天明已半步踏入合境，如果服用此丹定能轻松突破。但由于楚天明对自己的态度，楚玄还是不打算给他，还是等楚云练成吧。楚玄还想不通为何自己的老爹能突破合境，
而爷爷却迟迟无法突破。难不成老爹修炼的功法更强？想想老爹靠着半步真经就突破到合境，天赋简直空前绝后。在这时系统又送来奖励，是增强版的炼神图。就在以前的炼神图几乎没效果的时候，新的炼神图就这么来了。但以楚玄现在的境界，居然只能看2-3秒。楚玄推测这个新版炼神图哪怕递进都会有一定效果，不知递进后又会得到什么新的奖励。此时的楚家院中，楚清正在感叹上次被邪教围杀差点毙命，想要铲除邪教就必须要有情报。黑月楼的情报要价太高，暂时只能依靠楚家的情报系统。虽然楚家情报系统很足，但缺少探查类灵气，很难探查出邪教的重要据点。就在这时，下人来报，有人送来一份情报。楚清想知道是何人送来的情报，没想到下人也一无所知。楚清打开情报仔细查看，让手下赶快去通知四叔过来。不一阵，有人踏步而来，是四叔楚秋海来了。楚清将手中情报递给楚秋海，楚秋海看过后认为可信度很高，不论如何应该防备。随后决定立刻回族地商量一下。此时的一处山洞内，楚云正在山洞内炼丹。随着楚云的一生气，丹药从香炉中飘了出来。楚云看着手中的丹药查看一番，居然有3枚已经达到了精品。楚云连忙将丹药装入口袋。虽然前9次炼丹失败6次，而且丹药的质量一般，但此次第10次居然炼出了精品。经过10次的炼丹，楚云的灵药已全部用完。楚云决定出去采购一番，可没想到楚云刚出山洞，有人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。一条巨蟒直接飞出，直接钻入了楚云的体内。可楚云却感觉到无比的舒服，好似一股神秘的力量涌入，而自己的眼前居然有一个储物囊。楚云打开里边居然满是灵药，楚云却不知是谁在暗中帮助自己，还以为是哪位世外高人来考验自己。楚云也决定不能辜负高人，转身回山洞继续炼丹。此时张奎让手下留在此处保护楚云，自己则要回教中一趟，要第一时间掌握计划，以此来回报楚玄这个大佬。有此大佬，邪教啥的根本不在话下。此时楚玄院内，张奎正在与楚玄汇报情况。楚云在炼丹方面大有长进，短短时间内竟然可以炼制玄丹。楚玄听后则让张奎继续为楚云准备材料，也暗叹幸好当初自己没有杀了他。然后又拿出1瓶丹药，让张奎拿给董谦提升实力。看着眼前听话的张奎，楚玄很欣慰，根本不用担心2人背叛。此时楚家也传来捷报，楚家何家联合出击重创邪教，不但重创秦国教主，还逼他动用了镇教宝器。即便如此，还是遭受重创遁逃，其余邪教强者几乎被全灭。楚玄听后也没有太过惊讶，已然提前得知准确情报，再不能重创邪教的话，那楚家岂不是太废物了？而此次紫月国前来的长老也全部陨落，就连镇教宝器都被摧毁，紫月国邪教已经到达灭亡的边缘。楚玄听后心想，终于可以安心一段时间了。谁知系统传来声音，就连这样楚玄也会获得奖励，天机探元术能够窥天机，探根源，知来历，想前世。楚玄拥有此秘术后，无论是谁都无法在其面前隐藏身份。楚玄打算拿天灵猫先做个实验，短暂的停顿后，果然看到了天灵猫的来历。可还没等看几个字，就开始迷路。原来天灵猫来历非凡，想要探源太消耗精神意志，以楚玄现在的修为根本支撑不了。看来此秘术暂时只能探源实力比自己低的。已得知邪教短时间内无法在秦国兴风作浪，楚玄现在只需安安静静的等1年之期即可。可没想到此时门口出现一人，正是楚玄的三哥楚元。楚元见到楚玄后大声怒斥，认为楚玄现在的样子根本对不起他老爹。楚玄这才注意到自己的三哥，知道这个唠叨的家伙是历练回来的。楚元恨铁不成钢的看着楚玄，认为楚玄一点出息都没有，整天就躺在院子里，太让人失望了。原来楚元从小最崇敬楚玄老爹，一身本事也全都是他传授。眼看楚玄如此不争气，楚元非常生气，一拳打过来。楚玄则非常淡定，回头质问楚元，是不是要打死自己，然后继承老爹的遗产？楚元当场懵逼，没想到楚玄居然这么看待自己。楚玄则表示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，自己现在选择的生活方式就感觉很好。再说自己老爹在的时候都没有管过自己。楚元听楚玄一顿语言输出，直接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无奈只能一声叹息，然后静静地坐在了楚玄的身边。楚玄看着临近一众的楚元，在同辈中可以说是最强天赋，就连楚天明看好的楚清都被远远超过。楚玄好奇楚玄修炼的功夫，想必是在外偶遇机缘，或者是老爹传授。楚元此时居然态度大反转，说楚玄选择这种平静的日子也许是正确的选择。看着楚元一副要交代遗言的样子，楚玄决定帮助一下这个关心自己的哥哥。楚元看向楚玄，非常伤感地说自己不知何时才会再回来，甚至都不知道会不会回来，还告诉楚玄自己会一直留意楚玄老爹的消息，如果有消息会第一时间让人通知楚玄。随后从怀中掏出一本功法，把功法和丹药交给楚玄，让他好好修炼，看完后再交给爷爷，也能让楚玄在家族的地位好很多。随后就告别楚玄离去。楚玄看着如此行为的三哥，认为他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才会如此。看着手中的功法，外表是用特制兽皮制作，用这种材料的绝对不一般。楚玄打开后发现居然是一本地经，不过存在瑕疵，只能算是半部地经，但也已经非比寻常了。楚家靠着半部真经就立足秦国几千年，修炼这半部地经虽无法突破地境，但是突破真境毫无问题。楚玄没想到楚元居然送给自己如此豪华的礼物，还让自己靠这本功法获得族内关注。
自己这个三哥对自己还真是足够关心。但想到此次楚原的异常行为，楚玄决定让张奎暗中观察，必要时出手搭救一下即可。可没想到院内突然传来怒骂，把正在睡午觉的楚玄都吵了起来。楚玄听着楚天明的怒骂，觉得事情绝对不简单，决定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原来此次楚原回来提出悔婚约，而楚原回魂的对象是秦国公主，更是当年被楚秋洛悔婚的女人的女儿，这才导致楚天明如此愤怒。楚天明决定趁楚原回来马上安排完婚，而此次楚原回来不明不白的就提出悔婚，这要是秦国知道被楚家连续2次悔婚，被悔婚的还是上一个女人的女儿，那秦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但楚原表示自己已经向秦家谈判。楚天明听后瞬间火冒三丈，楚原随后表示此次回来是来报复，自己马上就会离开。楚天明听后大怒，自己现在就会通知秦家过来完婚。在此之前，楚原哪里都不准许。此时突然有下人来了，原来是秦家来人了，前来的正是秦平夏母女。楚天明听后也当场满意，楚玄也没想到自己这个三哥连毁约都在模仿自己老爹。楚玄无聊，居然在此分析起来，难道楚家靠着家族强迫与秦家完婚，或是秦家女子全部怨家？也不知道楚原此次会是什么结果，但无论如何，楚原这回都跑不脱了。此时楚家已经乱作一团，一副狱卒直接踏进门口，正是秦家母女前来质问。楚天明听后连忙表示绝无此意，楚原却站出说道自己绝不会履行这个婚约，还当着所有人的面问秦家可韵是否喜欢自己。没想到可韵却一口回答喜欢，这显然在楚原的意料之外。楚天明听后也暗下决心，千万不能再毁坏婚约，若不然4大家族就会渐渐的离心离德。楚原也非常纳闷，两人明明都没见过几次面，可韵怎么会这么喜欢自己？没想到可韵却说自己对楚原是一见钟情。楚原表示自己没有那么大魅力，况且现在自己已经有了喜欢之人，两人之间是不可能的。话没说完就被开口喝住。可韵妈妈平霞站出来大声呵斥，难道我秦家女儿配不上你们楚家男儿吗？楚天明听后赶快出来打圆场，说到退婚只是绝不会再次发生，然后转头就要把楚原关起来好好反省。楚原听后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，虽然自己才情天赋实力全部不及三叔，但对心爱之人的意志绝对不会输给三叔，自己决定的事情你们谁也强迫不了。就连楚原的父亲听后都觉得老脸没地方放，大声呵斥要把楚原拉下去好好反省。楚原却从怀中拿出遁空珠，告诉可韵可以找到更好的人，消失在原地。楚天明看着楚原在自己眼前逃走，大声喊道一定会把他找回来。平霞大声抱怨楚家没有一个好东西，然后问到楚秋洛的儿子身在何处。楚天明说道已经被自己逐出祖宅，没想到秦家母女居然要去看一看楚玄。楚天明感到事情奇怪，赶快吩咐两人跟上去查看。几人一行来到了楚玄院前，随后直接走进院子，看着眼前的楚玄张嘴就问，楚玄却想知道眼前的大婶是谁，没想到一句大婶直接激怒了平霞。楚玄则说平霞与老爹同辈，不叫大婶岂不是串辈？平霞回头问到两人楚家悔婚可曾想过后果？两人对于楚原逃走也很无奈，就算抓回来对可韵之女也很无奈。平霞话锋一转，既然当年楚秋洛复我，今日我就让他的儿子来偿还。楚玄也没想到这个大婶这么厚脸皮，居然想老牛吃嫩草。平霞听后勃然大怒，对着楚玄就劈出一记手刀。楚家其中一人赶快上前阻止，运功替楚玄挡下了这一击。此时平霞也开口了，既然楚原不愿娶我女儿，那就让楚玄娶我的女儿吧。在场众人听后也是无不震惊，其中一人还想好言相劝，没想到秦可韵却执意嫁给楚玄。看着三心二意的秦可韵，众人也是摸不到头脑。但此时楚玄站出来，坚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表示不同意。平霞听后火冒三丈，认为此事楚玄根本没有资格拒绝。楚玄却以力谢力，直接表示自己是一个废物，可韵嫁给一个废物简直就是糟蹋。楚玄的一句话让两母女听后也是无语，但仔细一想，楚玄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只是没想到楚玄把自己是废物说的理直气壮。楚玄在此展现语言天赋，说当初自己的老爹甩了平霞，现在可韵又嫁给自己这个废物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人肯定误会，认为可韵没人要，只能嫁给废物。当初自己的老爹已经伤害过你，现在还想让可韵抵个嫁给废物的名声吗？平霞听后火冒三丈，却无处发火，只能说一句楚家老三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众人还以为平霞要发飙，平霞却被楚玄的话说服，认为楚玄说的有道理。就在这时，系统传出提示，楚玄也没想到这样居然也能获得奖励。楚玄看着平霞母女转身离开，心里却感觉不太对劲，认为可韵虽然看起来是个乖乖女，但是总感觉有问题，决定用天机探元术看一看。没想到可韵居然是狐妖之魂，地妖重生，外表乖巧，内心狐媚，喜欢好看的男人。楚玄也没想到秦可韵居然是地境强者转世，心想秦国可能要变天了，而且楚原悔婚一定会被秦可韵记住，决定让天地鸟帮自己给楚原传信，告诉楚原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突然想起刚刚系统奖励的虚无星可使人瞬间爆火，在怒火中爆体身亡，能够勾起人的怒火，以愤怒情绪为燃料，一旦点燃就无法熄灭。楚玄看后直呼好强，
这世上谁能够不动怒？动怒直接杀人于无形。而且这次楚秦两家看似没有太大风波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裂痕。随着秦可运帝魂复苏，楚家会愈发后悔没有将秦可运娶进门，而书架上南州的信息又太少，根本无法得知妖族的信息，更难知道秦家到底有什么阴谋。楚玄决定还是要加快修炼，实力上去才是硬道理。此时天地鸟已经传信归来，楚玄得知后也放下心来。但一处山洞内，邪教教主正拿着一颗血灵珠，想用能够延寿10年的血灵珠做一笔交易。眼前的老者看到血灵珠后更是十分激动。高僧看着能帮助自己延寿的血灵珠，当即答应了下来。教主也不墨迹，随手使出半颗，表示事成以后剩下半颗双手奉上。高僧看着手中的半颗血灵珠，转身离去，认为以自己现在的实力去到楚家，虽然没有把握胜过楚天明，但只要不被高手围杀就不会有危险。况且此次前去只是带走一个楚家的废物，并没有任何难度。即便楚家高手前来援助自己，也已经拿到血灵珠。如果成功，自己突破何进无所畏惧；即便失败，自己也没有几年的寿命，怎么算都是一笔划算的交易。此时的楚玄正在掐算，不知不觉已经在院子里宅了快1年。还有7天就整整1年时间，而最近应该也不会有人来打扰自己。话还没说完，就有人送上门。楚玄也不知道为何邪教来人每次都是先找自己。高僧询问楚玄是否是楚秋洛的儿子，楚玄听后只想骂人，就因为自己是楚秋洛的儿子，就被邪教这样针对吗？高僧邪魅一笑，对着楚玄就冲了过来。眼看高僧近在咫尺，楚玄则非常淡定说了一句跪下。高僧直接从空中落下，跪在楚玄面前。高僧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，楚玄则让高僧跪好，不要想着逃跑。高僧看着眼前的楚秋洛的废物，心想楚家实在太恐怖。楚玄此时则开始审问来历与目的，高僧只能全盘托出，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全部说出。楚玄听后越发生气，都要被团灭了还不忘来骚扰自己。楚玄决定将计就计，看着眼前的高僧如此年纪才这点修为，寿元无多快要挂了，决定废物利用一下，随手抛出种魂印，直接种在了高僧的脑袋上。楚玄也决定让他发挥最后的余热，也不枉来人世间一场。少年还给了他一样东西，让他在遇见何进强者时仍在脸上即可。昆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寿元将近，居然还要去邪王庭捣乱。昆仑大摇大摆的来到门口，被门口的守卫拦住。昆仑下定决心，既然无法反抗，就干一票大的，这样自己也能留下赫赫威名。随即昆仑表示邪王庭乃邪修圣地，今日自己就来闯一闯这邪王庭。守卫听到后非常不可思议，认为昆仑是练功练傻。昆仑二话不说，直接掏出宝剑，对着守卫就刺了过去。昆仑知道已经无法回头，但自己的名字会被世间铭记。随后闯入院内，大声嘲讽。守卫们听到后都围了过来，冲着昆仑冲了过去。昆仑则抛出楚玄给自己的扔到了守卫手中。昆仑看到后也发出嗤笑，大声喊道自己的名字昆仑。此时邪王庭内守卫会到，昆仑不但斩杀了何进强者，还重创2名真境强者，而自己则一声怒吼，当场自爆。邪王听后立刻不淡定，不相信这世间居然有如此狂妄之人，下令要把昆仑所有亲人子弟抓来。可守卫却说此人在世间没有亲人，就连传人都没有。此时的山洞内，昆仑的事情已经传了出来，众人都在讨论昆仑的事情，唯独紫月国教主不淡定，他怎么都无法理解昆仑的行为，认为他一定是在去往楚家的途中受到了刺激。还好当时没有第三方人士在场，但也要小心黑月了。紧接着就开始给自己洗脑，告诉自己没有见过昆仑，但却不知为何每次出事都与楚家有关，自己因为楚家手下几乎团灭，现在已经严重影响自己在邪教中的地位，这一切都要让楚家血债血偿。他却不知道此事已被邪教盯上。舵主看着眼前的血魔珠，乃是自己从一处古迹中意外所得，里面蕴含魔血，一旦泄露，接触之人将被魔化成为魔奴。魔族乃人族大敌，一旦出现必将受到多方清剿。舵主决定生育之后再做判断。此时楚玄又受到奖励，楚玄也没想到昆仑居然这么有能耐。此次的奖励可以布置一座机缘秘境，得此机缘者将成为楚玄的徒弟，而楚玄则可控制其生死。楚玄觉得以后自己足不出户就可以传人遍天下了，如果有欺师灭祖之辈，直接收回一身修为，还可以把修为传给其他人。不过现在的修为太弱，布置出来意义不大，现在只需要等待2天后的1年之期即可。2天转瞬即逝，奖励也随之而来，不但奖励了仙金功法，竟然还有100年修为奖励。随着楚玄领取奖励，毕生修为也增长突破，楚玄逐渐进入忘我状态。楚玄睁开眼后，竟然已经凝聚出了神魂，这就是地境的根本性标准，哪怕肉身毁灭，神魂也可以不过一世，神魂还可融入天地之中，建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，而自己就是这个小天地的主宰。楚玄此时也已经通透，因为南州地狱有好几处规则断裂，这就是南州无地的真正根源。可能有人已经凝聚神魂，但由于无法融入规则，只能算是个半地吧。而自己融入的乃跳过南州规则，直接领悟更高层次的规则。现在可以轻松看到楚家祖宅禁地，没想到里面居然有几道身影正在闭关，只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环境。楚玄看着觉得非常奇怪，猜测这有可能是楚家隐藏的底牌力量，而祖宅下则是一个空间，里面是已经被楚家榨干的古迹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价值。楚玄也开始构建自己的天地，
正好可以全部覆盖楚家族地。楚玄看着自己的力量，也感叹到递进的强大。而此时的禁地内，几位老者正在闭关突破，突然一人睁开眼，不知自己为何迷迷糊糊。而其他老者也是如此。非但如此，几人的气息居然也没有泄露出去。这样的话，几人可以继续待在楚家闭关修行。楚玄看向族内，几个族老受到神魂影响，居然全部突破。族内居然有一件宝器，似乎要被激发。此宝器居然是传递讯息的宝器，摄取合境强者气息，然后传递到某个地方。楚玄也茅塞顿开，楚家不是没有合境强者，而是突破合境的强者全部离开了，以此来躲避宝器的追查。楚玄决定把宝器功能先封印，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宅计划。此时系统传来消息，楚玄也是得到了许多地境天书。楚玄领取奖励后，瞬间突破了地境2重。此时奖励的100年修为也消耗一空。楚玄现在乃是南州唯一帝者，只要不被外族入侵，南州暂无敌手，暂时也不会担心邪王庭的骚扰，可以见一个杀一个。还劝天灵猫快点突破。天灵猫此时已经合境9重，快要突破真境，以他的资质突破地境不需太多时间。等到自己的宠物全部突破地境，楚玄的底气就更足了。楚玄决定先定个小目标，毕竟地境之上还有尊境和天境，争取10年之内突破尊境。以现在的奖励速度，应该问题不大。楚玄也想起了之前的奖励机缘秘籍，由于秦可运的出现，南州日后绝不会太平。楚玄认为10年之内南州还不会有人威胁到自己，但也要为以后做打算，不能沉浸在现在的舒服日子里。想想现在能为自己办事的人实在是太少，楚玄想把秘境放在院子中，这样就能吸引一些大气运的人前来。到时候男的收为徒弟，女的收为侍女，那样的话就会有人来帮自己办事。楚玄在院中找到位置，把秘境放在院中，虽然没有激活，但是也能吸引大气运者到来。第2天的太阳升起，楚玄的奖励也随之而来，全部是地境用来修炼的丹药。楚玄也感叹到这样的日子实在太舒服了，闲来无事呼唤张奎来汇报一下。张奎接到指令打了回来。楚玄询问到楚云的情况，张奎则说楚云进步很快，就是炼丹的效率比较低。楚玄听后拿出一份地境之力，让其交给楚云，还有几份灵丹与炼丹术一并拿去。看着眼前的张奎居然也突破了合境，张奎则说多亏了楚玄的丹药，但也因此遇到了些麻烦。原来邪王庭有一个规定，突破合境的邪修要全部回邪王庭，目的就是为了凝聚强者。楚玄听后则表示此事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封闭合境气息，加上逆行符的配合，谁也发现不了此事。张奎听后连忙抱拳感谢，可没想到此事的院外有一人已经埋伏多时了。距离昆仑在邪王庭已经过去1个月了，这期间邪王的调查一直没间断，但是始终没有找到幕后主使。此时邪王庭守卫面前又出现了一人，此人踏步而来，直接爆开一身气机，瞬间击倒邪王庭守卫。此人居然也想闯一闯这邪修圣地，其他守卫听后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认为又来了一个疯子。此人正是受到昆仑的鼓舞，想做这当时第2个闯邪王宫的邪修。守卫们听后勃然大怒，踏步上前阻止此人。原地瞬间传来一声爆炸，此时的邪王也很郁闷，没想到又来了一个修炼修风之人。但此时的邪王庭门口又多了3个人，居然是鬼山三友，也想来闯一闯这邪王庭。守卫看到居然是鬼山三友，也很惊讶，怎么最近都是些寿元无多之人前来？看着眼前的鬼山三友，守卫没有马虎，直接跳起来冲了过去。原地再次传来爆炸声，这一上来就自爆的战斗方式，守卫做梦也没想到就饮恨西北。此时的邪王庭异常凄惨，半个月来是不是就有邪修前来闯邪王宫？邪王也听后也是怒不可遏。此时的门外已经聚集了一群人，其中一人要其他人退后，他要开始装逼了。可他刚刚上前几步，自我介绍还没说完，只见天空出现一张巨大手掌，直接将其拍在了手下。原来是邪王忍受不了出手，众人看邪王出手也都全部逃跑，但也有人将这当成吹逼的资本，说被拍死的是自己的兄弟，能被邪王亲自拍死的才是真正的勇者。邪王也是一阵无语，认为这些人都是邪修炼的脑子出了问题，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昆仑开了个头。此时楚玄的秘境已经放了2个多月，但迟迟没有人来光顾。楚玄也在纳闷，难道南州没有大气运者，或是距离太远还没有赶过来？这天奖励又来了，连楚玄自己也是一脸懵逼，但楚玄也分析出了大概，应该是与昆仑有关。楚玄看向此次奖励的宝物，万天镜可随机连接万域，可传输物品，但此时楚玄的修为不够，暂时不能传送活物。此物每天可使用3次，定位后可随时查看定位的地方，并记也会随着生灵移动。楚玄决定先用1次试一试，镜子中瞬间出现了画面，只见2人四目相对，其中一人拿出匕首直接刺了出去，另一人被刺中后直接倒地身亡。原来此人是为了独享宝物，才不得已下手杀害比自己天赋好的师兄。看向师兄的储物囊后收入囊中，可突然感到危险，回头查看，原来是临近7重的天煞火。此人只有玄境9重，根本不是对手。这时楚玄在半空中浮现，此人赶快向楚玄求救。楚玄也是一阵无语，第一次就遇见了背刺兄弟的戏码。楚玄劝此人莫慌，自己已经有破解之法。此人听到后连连道谢。楚玄让此人等待老虎扑来，顺势滑铲到老虎腹下，举刀刺入腹部即可开膛破腹。此人听后对楚玄的方法略显怀疑，
楚玄声称有自己再次坐镇有何害怕。此人听到后觉得楚玄是在考验他，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天煞虎，不料天煞虎突然扑了过来。此人虽然害怕，但也在心中为自己鼓劲，然后大喊一声冲了过去，直接撞到了天煞虎的爪子上，直接被拍倒在地。楚玄看后抱怨此人滑铲不够快，只能使用别的办法。此人一听还有别的办法，瞬间求楚玄指教。楚玄则让此人跪下认老虎为爹，因为有句话叫虎毒不饲子。此人听后还是有些犹豫，楚玄则劝说要想成为强者必须先受辱，就连强哥都拜有干爹，而且这是唯一的活命机会。此人听后也觉得有道理，直接跪倒拜老虎为爹，老虎也是原地猛毙。此人看后觉得有用，更加变本加厉，直接给自己起名马虎。眼前的人正在跪下拜老虎为干爹，老虎看见后伸出的爪子也停在了半空，随后居然转过身要离开。此人认为是自己的拜爹的行为起到了效果，居然还在后面恭送干爹慢走，却没想到这一句臂尾巴直接抽在了脸上，随后将自己刚收的儿子吃得一干二净。就在老虎还要动手时，突然看见了天空中的楚玄。楚玄问老虎此地为何处，老虎楚玄看向眼前憨憨的老虎的回答，随即关闭了万天镜。原来是万天镜太消耗体力，以楚玄地境的境界只能勉强驾驭。楚玄赶紧来处丹药决定补一补，随即在空中运功消化。恢复好的楚玄再次打开了万天镜，没想到此次更加离谱，汪洋大海中居然连条鱼都没看到。楚玄直接选择换台，心想好歹也找个人来沐浴一下自己的神光，让自己也体验一下牛逼的感觉。看着镜子中诡异的场景，楚玄决定先放一颗灵草试试。没想到灵草进入后瞬间失去光芒，看着眼前的一幕，楚玄不知如何是好。难道是什么秘境或者目的？突然楚玄发觉不对，在这里面居然有人出现。楚玄赶快集中精力查看，在里面居然有一人盘腿而坐，貌似是在此闭关修行。再近看，此人两眼空洞，极其诡异。此人也看到了镜子中的楚玄，赶快上前询问何人到此。楚玄开始装逼时刻，说本尊巡视诸天万界，偶然从此经过而已。这天用万天镜观察时，竟遇见一人能在满是死气的环境内生存。楚玄决定装个逼，没想到老者却怀疑楚玄口中的诸天万界，楚玄则强装镇定，老者却说只听过9域50州。楚玄听后心中暗喜，认为自己所在的南州一定在这之内，随即装了起来，说到9域50州不过是诸天万界的荒僻一角。老者听后大为震惊，认为那诸天万界那是何其强盛，而看向楚玄沐浴神光，一看就是恐怖至极的强者，而这满是死气的环境，哪怕天境强者都不可能进得来。楚玄也注意到老者虽受到死气的侵蚀，却依旧强大无比，实力肯定远超自己现在的地境。老者还想询问如果去往诸天万界，楚玄则一句你太弱了，直接驳回。老者听后不敢相信，因为自己早已是天境巅峰，在这9域50州也算是最顶尖的强者，岂会没有资格知道？楚玄听到对方居然是天境巅峰，都被困于此，猜测此地绝对不简单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可以趁此机会忽悠一波，最好能让他主动接受魂印，成为自己的仆人。楚玄强装镇定说，老者乃是井底之蛙，区区天境巅峰就敢口出狂言，在诸天万界天境巅峰只不过相当于何境而已。老者听后更是一脸懵逼，仔细一想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9域50州怕真不过只是荒僻一角罢了。楚玄乘胜追击，问到老者修炼多长时间，老者还非常自信地说自己只修行了短短万年。楚玄继续忽悠，说在诸天万界中哪年修炼到此等境界都算普普通通，10年天境才称得上天之骄子。老者听后受到极大打击，因为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能够10年到天境，自己一代天骄竟然只是个废柴。楚玄接着表示，老者乃井底之蛙，根本不知道天地之大。老者想知道楚玄是何等修为。楚玄听后微微一笑，认为自己第一步已经忽悠成功。紧接着说到，两人只见天差地别，乃是凡境与天境之间的区别。老者听后直接跪拜，希望楚玄能够出手相助，帮助自己脱困。老者已经在此被困不下10万年，始终无法领悟，反而受到死气的侵蚀，恐怕离陨落不远了。楚玄将计就计，问老者可知此地是何地？老者说此地乃是荒古域，洛神窟，无数强者前来探索，全部陨落。自己也是当初自视甚高，以为能脱困，结果被困于此。楚玄听后也决定指点一二，随即说到：死气亦非死气，生气亦能是死去，向死而生，生死轮转，可入大道，可脱困，可突破瓶颈。老者听后一脸懵逼，还想让楚玄说的详细一点。可楚玄本就不知对错，只能告诉老者每个人悟的都不一样，切记不要急躁，要沉得住气。还说老者1000年内准保不恙。老者也被楚玄忽悠瘸了，认为楚玄说的非常有道理，赶忙多谢楚玄的指点，然后立即开始盘坐领悟。楚玄看到后非常开心，认为只要解决死气侵蚀的问题，就能轻松收老者为自己的仆人或弟子。楚玄此时一心想忽悠怎样为老者种魂印，关键在于不能有任何逆反的心理，稍有反心就无法种下。楚玄决定先行离去，走时嘱咐老者认真参悟，随后关闭万天镜。老者此时也被楚玄忽悠懵了，见楚玄走，赶忙恭送楚玄。楚玄关闭万天镜后，也感叹万天镜的强大，居然连天境巅峰都发掘不出来。忽然系统传来提示，
楚玄也早就预判会有奖励出现，看着此次的奖励简直非同小可，讲的正是阴阳生死。这书若被老者拿到，不但可化解危机，甚至可以突破瓶颈，推的阴阳真谛。楚玄二话不说就练了起来。随着书一页页的快速翻阅，楚玄也长舒一口气，此书来的简直太及时，正好可以利用此书的内容来忽悠老者，那样的话收下老者的几率会大大增加，到时候就可让他诚心信服，并且没有抵触的接受自己的婚姻。此时的万天镜也无法使用，楚玄只能抓紧参悟书中的内容，导致自己身上满是死气，连天灵猫都认为楚玄时日不多，自己终于要成为院子的老大。就在这时，楚玄一句逆死为生，瞬间浑身充满生气，把天灵猫也忽悠去了。数日过后，楚玄每日也都使用万天镜，但是却都是荒无人烟，一无所获。此时，在遥远的紫月国，有人正在发怒，正是紫月国教主胡权。按照以往的作风，邪教应该派使者来巩固实力，而此次非但没有使者，却还对胡权兴师问罪。胡权怀疑是昆仑出卖了自己，决定这次要主动出击。随着几声钟响，一份委托出现在黑月楼内。黑月楼楼主打开委托开始查看，没想到紫月国居然要调查楚家，不但要调查祖地的布防和地形，花的钱连楼主都感到惊讶，居然比秦国本地的邪教都下血本。但对于只讲信誉的黑月楼来说，这都只是开胃菜。楚玄再次打开万天镜，这回再次遇见一位名叫杜元的强者，乃是西周的尊敬强者。以楚玄的实力，瞬间征服了杜元。楚玄也在此用万天镜留下了印记，还从杜元口中了解了世界分布，自己所在的南州属于九域的北域。万天镜也只剩下一次印记，如果超过3个，想要再次使用，就需要把之前的印记收回才可以。而暂时老者与杜元2人的印记还不能回收。突然，楚玄感觉到有人入侵，乃是一个灵境2重，但居然一身脸蜥逆行的装备，还有一个探查类的灵器。这些高档货一看就不是楚家人。楚玄推测此人应该是黑玉楼的情报探子，正愁无法接触到黑月楼，此人就这么送上门来了。不过楚玄也不知为何总要盯着楚家不放，探子远远地看向楚家，自己只要干完这一票就能升职加薪，回老家结婚生子了。但也提醒自己不要轻松大意，必要时可以自云保护黑月楼性命。可是突然发现楚家布局不太正常，不知为何要在小土堆上种一棵大树，还派一个傻子般的护卫在此看守，而且前方还挖了壕沟。又不知何时楚家族的出现了一座大山，明明刚刚在族地外都没有看见大山，与自己得到的情报完全不符。楚玄此时暗自发笑，原来这一切都是楚玄的手法，利用地境修为先把他困在这里，黑月楼无法按时完成，就会信誉受损，到时候就会派更强的情报人员来此，如此循环就能把最大的那条鱼钓出来。此时的黑月楼内，楼主等待3天都没有收到反馈，怀疑此人应该出了意外，因为不论完不完成任务，都必须返回汇报进度。楼主也想不出楚家有谁能够留下探子，决定再派一名精英情报人员去执行任务。此时一双脚踏入，原来是紫月楼教主。胡教主质问为何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进度，楼主只能以黑羽楼信誉担保，2-3天之内必有结果。胡教主也希望黑月楼尽快完成，如果3天之后还是没有结果，那么自己就会取消任务。说完之后转身离去。楼主听后也很慌张，因为如果因为效率问题取消委托，那样对自己有很大影响。楼主决定催一催，尽快完成任务，以免影响自己晋升。这天月黑风高，有一人影快速闪过，直接跳过树丛，躲在了楚家得附近查看。此人正是楚郡黑月楼楼主。此次他亲自前往，也是为了探清楚家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自己2名大将折损。如果此次自己能够查清，没准这份情报可以让自己升职加薪。随后楼主直接跳入院内，就被打得满脸大包。这一切当然都是楚玄所为。楚玄也认出此人乃是楚郡黑月楼楼主。楚玄当即询问到底是谁委托的任务，楼主回答是胡权花重金要买楚家的布防图。楚玄听到后也莫名其妙，一个紫月国的邪教头子，自己也没得罪过他，为何对楚家念念不忘呢？然后询问最近邪教的动静。楼主说到有一个昆仑前往邪王庭闹事，引起了一种潮流，纷纷前去挑衅邪王宫，还以闯邪王宫为荣。楚玄听后也是理解不了，居然以闯领导办公室为荣。然后继续了解黑月楼的情况。了解后的楚玄还想知道秦国的上级，但以楼主现在的级别根本接触不到。楚玄询问如果想晋级需要满足什么条件，楼主回答业绩、能力或实力。楚玄听后认为制度非常合理，然后拿出一瓶丹药给楼主，可以帮助楼主1个月内突破魂境。楼主感动得痛哭流涕，楚玄则表示既然中了魂印就是自己人，这种小事不必在意，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汇报。还让楼主把地图和布防图都给胡权，以此来看看胡权到底要耍什么把戏，反正都会路过自己的小院，自己出手解决即可。楼主得令后立刻去办，拿出宝物侦探器楚家提醒。此时楚玄听到提示，系统再次传来奖励。楚玄看到此次的奖励也重视起来。楚玄看着刚刚得到的子母通讯符，需要以母符为根基，子符可进行讯息交流，1枚母符可分出100枚子符，炼制等级越高分出的子符越多。楚玄心想正好用来给黑月楼，让其为自己传递情报所用，只要有母符在手就能掌握信息，比现在黑月楼的手段再悄悄卖给一些大势力，
然后隐藏母符的存在，那样的话就能无形间掌握整个宗门的情报。说罢，楚玄就准备开始炼制。炼制的过程十分顺利，字母通讯符很快就炼成了。只要计划顺利进行，就可以掌握全天下的事情与机密。楚玄看着自己很久前布下的秘境，居然迟迟没有引来大气运者，只能暂时召唤刚刚收服的黑月楼手下，扔出几枚子符让他带回给楼主，并且教会他使用方法。手下听到后也对此物品的功能震撼。楚玄也害怕子母通讯符泄露会引来关注，决定先不广泛使用，并且暂时只交给信任的黑月楼手下。看着手下远去的背影，楚玄突然觉得以自己现在地境的实力，对付黑月楼可能还远远不够。楚玄决定利用万天镜找杜源聊聊天，了解一下别的地方。楚玄的出现果然令杜源兴奋，因为杜源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楚玄商量。在西周有一大家族曾经出现一个天才，但在3年前修为突然停滞不前，还遭到退婚和羞辱。楚玄越听越熟悉，这不就是小说男主的剧本吗？杜源接着说道，此天才的父亲为了他的治疗失踪了，天才从此受尽家族侮辱，但在3天前突然爆发，不但将欺辱他的天才按在地上摩擦，还口出狂言要退出家族。那个家族已经发了追杀令，只要击杀天才就有丰厚奖励。杜源所在的家族正好发现了天才的踪迹，现在拿不定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楚玄听后觉得天才肯定不简单，这种主角光环肯定非比寻常。楚玄让杜源不要参与其中，否则将会有灭顶之灾，还告诉楚源从天才到废柴，再从废柴重回天才，这其中必有隐秘，并且推测参与围剿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，最终都会陨落或被废。杜源听后谨记教诲。楚玄听到此事后，也决定在杜源所在州布下秘境。可一晃半个月过去了，黑月楼与邪教还是什么动静都没有。楚玄决定再找杜源聊聊天。画面中杜源出现，赶紧跟楚玄汇报。事情果然按照楚玄的推测，参与围剿的天才几乎全部陨落。杜源也决定了要前往战魔谷地。战魔谷地10年内必会开启。楚玄看着眼前的杜源要参与秘境机缘争夺，究竟是什么让尊境强者都这么动心？楚玄此时陷入回忆，在上古时期爆发过人魔大战，致使南州地脉崩裂，规则不全。虽然现在有所恢复，一旦痊愈，战魔谷地必将重现于世。杜源打算提前来南州布局，这样就能先人一步占据先机。可楚玄心中却有些难做，以现在自己的实力，绝不能让他来南州。楚玄赶紧告诉杜源，现在时机未到。可杜源认为规则不全的南州没有威胁，应该连地境强者都没有。楚玄只能接着忽悠，让杜源自己想为何南州规则不全。杜源回答是大战所致。楚玄又说那是何种强者可以做到如此，可以无视地脉规则肆意践踏。杜源恍然大悟，回答是天境以上的强者。楚玄看杜源挺上道，接着说道，既然如此，这趟浑水你还想趟吗？杜源赶紧多谢楚玄的提醒。楚玄听后暗笑，又忽悠缺一个，赶紧关机想办法提升自己的修为。看着今天只有一次机会的万天镜，楚玄决定与老者连接。没想到刚出画面，楚玄就惊呆了，老者已经倒在地上奄奄一息了。老者此时可看见了楚玄，赶快拜倒在地求楚玄救命。楚玄则趁此机会问老者是否愿意成为自己的弟子。老者赶快叩头跪拜，可突然发现楚玄的手中有东西，原来是种魂印。但楚玄则忽悠说可以带老者脱困之物，随后扔向老者，让老者内入神魂。老者看着飘过来的魂印，也无心反抗，让魂印落在自己头上。楚玄看到后心中窃喜，也决定用阴阳和神章帮助老者脱困。果不其然，系统奖励来了。看着丰厚的奖励，楚玄非常高兴，认为突破尊境指日可待。奖励的百锻炼神术也是加强神魂的好东西。楚玄看向老者，决定帮助他，随后决定把阴阳和神章全部传授。老者听后也赶紧抱拳感谢。就这样，阴阳和神章全部进入到老者体内，老者也开始闭目冥想领悟。待老者领悟完毕，楚玄问道：“你领悟了多少？”可老者回答只领悟到1成。楚玄听后1成很不理解，因为自己根本没觉得有多难领悟，难道阴阳和神章比预想的还要玄奥？老者看着楚玄半天不说话，以为是自己的资质太低，让楚玄后悔收自己为徒。楚玄此时开口，要为老者讲解炼化死气为生机的玄妙。老者听后赶快谢过师尊。楚玄也不墨迹，直接开始为老者讲解。一顿讲解之后，楚玄也感到甚是乏累，让老者听后好好领悟。老者听后赶快拜倒，谢过师尊。自己也被楚玄打了精神探索，认为自己作为昔日的天才，一定不会让师尊失望。随后盘坐下来开始领悟。楚玄回去后也开始领取奖励，一身境界也来到了地境里。但楚玄对此不是很满意，认为修为越高突破越慢，100年修为居然才突破了3重。看向另一半奖励百锻炼神术，居然增加了神魂的防御术与攻击术。神魂之矛不伤肉身，只伤神魂，令人防不胜防。但楚玄此时却没有锻炼精神力的天书，上次的炼神图已经没有太大效果了，只好先联系一下万常，让他收集一下关于战魔谷地的情报，还有最近是否有强者来南州。但回想万常的等级太低，自己还需要扩大在黑月楼的掌控才行。等到万常晋升精英楼主，彻底掌控了秦国业务，就可以开始钓大鱼了。到时候控制整个黑月楼指日可待。
这时母服传回来声音，原来是万长没有权限查询楚玄的情报，楚玄则给予万长一枚魂印，让他去找上死铜牌楼主。心想还好战魔谷地开始还需要不短的时间，自己可以趁机提升实力，然后再去指点杜元与老者，为自己留好后手。此时的院子内，黑月楼的铜牌楼主也被收服，此时的他也没想到居然被手下暗算，被人控制神魂无法反抗。楚玄上前询问战魔谷地之事，没想到铜牌楼主也一无所知。楚玄也没想到黑月楼的制度这么森严，然后再次拿出魂印，让他把上死银牌楼主控制住。铜牌楼主只能按照楚玄说的去做。不多时，银牌楼主也被收服，但居然与铜牌楼主一样，也是对战魔谷地一无所知。银牌楼主此时内心也在疯狂诅咒自己的手下。楚玄也没想到银牌楼主都接触不到。银牌楼主为楚玄解释黑月楼的内部情况。黑月楼主要分为楼主系、后勤系、护卫系3个系的分工都各不相同。整个南州也只有7名银牌楼主。楚玄听后只好再拿出一枚魂印，让他把金牌楼主带过来。银牌楼主只能照办，内心在想黑月楼这回要出大事了。作为第一情报组织的黑月楼不但被侵入，连金牌楼主都被楚玄收服。楚玄看着眼前的金牌楼主也是震惊无比，但赶快收起色迷迷的眼神，开始询问黑月楼在南州的情况。金牌楼主嘴上回答着楚玄的问题，内心却在疯狂诅咒给自己种魂印的手下。但看眼前的楚玄实力恐怖如斯，而且居然能够渗透进黑月楼内部，也对楚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觉得楚玄十分不简单。楚玄此时问到南州是否有地境强者，楼主只知道有一位1星楼主差半步就踏足地境。楚玄听到后内心也开始推测，黑月楼搞不好真的有地境强者坐镇，那样的话自己也无法通过魂印控制。楚玄决定暂且从眼前的金牌楼主入手，于是询问起战魔谷地的事情。在上古时期，魔族横行于世间，强悍无比。战魔谷地乃是魔族入侵北境时在南州境内的战场，也是由于这场大战导致南州地脉崩溃，规则不全，无数地境以上的强者都尽数离开，也是南州至今为止无地的原因。而当初的战魔谷地随着地脉崩溃，逐渐消隐在撕开的空间里。根据推测，南州地脉如果恢复，那么战魔谷地将会重现，其中会有诸多的宝物与传承，也会因此引来各大势力前来探查。但距离战魔谷地重现最少要20-30年，这期间大概率时不会有大势力前来南州的。楚玄听后也非常感慨，但也怕有杜元这样的散修提前来南州。随后吩咐楼主，如果有地境以上的强者来南州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自己。楚玄随后拿出紫符交给楼主，让楼主与自己随时保持联络。一晃2个月过去了，楚玄在院子中优雅地躺着，心里却在想要收服个侍女照顾自己。突然感觉到有人来送饭，楚玄赶快关掉万天镜，但强大的他也感觉到前来送饭的人与以前不同。此次前来的人居然是女扮男装，楚玄赶快发动天机探员来看此人是什么来历。以楚玄的修为，很快便探测出来。看着前来果真是个女子，楚玄也是内心狂喜。苏仙儿还在想自己伪装的这么好，怎么会暴露？原来女子在家族也是受到不公平的对待，想利用送饭这个清闲的工作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修炼。可没想到家族中的废物居然如此强大。苏仙儿看向楚玄十分吃惊，这哪里是外界所说的家族废物啊？楚玄也开始忽悠大法，说看中了苏仙儿太阴玄体的特殊体质，如果败在自己门下天境不成问题。随后一道金光闪过，苏仙儿也确定自己已经彻底暴露，眼前的人自己根本不是对手。但如果做了侍女，会不会遭到胡乱？如果那样，自己根本无法反抗。但突然想到刚刚提到的太阴玄体，难道自己真的遇见了绝世强者？楚玄看后继续开始忽悠，说能被自己看上是你气运浑厚，难不成以为自己是在贪图美色？苏仙儿听后也被问得哑口无言，随上赶忙答应，然后跪下膝盖拜见楚玄。楚玄看到后也十分满意，看向眼前楚楚动人的苏仙儿，殊不知苏仙儿看到楚玄后也是心动的感觉。楚玄强装镇定，让苏仙儿起身。苏仙儿看向楚玄也就25、26的样子，感到十分不解。这时系统也传来的提示，对此非常熟悉的楚玄也早都料到会有奖励。太阴素仙经是最契合苏仙儿体质的功法。楚玄叫苏仙儿过来，但苏仙儿并不知道楚玄要做什么，还以为楚玄要做羞羞的事情，可没想到楚玄只是要传授苏仙儿功法。楚玄把手放在苏仙儿脑袋上传输，得到功法的苏仙儿眼前一亮，然后浑身散发出强光，瞬间突破虚境3重。苏仙儿看向自己的身体，也感受到此功法的玄妙，赶快上前谢过楚玄。楚玄也给了他母符和丹药，告诉苏仙儿只需要帮忙整理一下情报即可。苏仙儿听到收自己只为了打杂，难道就不想干点别的？楚玄却转过身去，一心只想着让苏仙儿帮自己打杂。虽然现在实力较弱，但有了功法加持，日后也能帮自己独当一面。苏仙儿看着手中居然是黑月楼的情报，赶快上前询问，误以为楚玄是黑月楼的高层，但楚玄表示自己只是伸了一只手而已。苏仙儿此时也害怕苏家会找黑月楼探查自己的下落，但楚玄则告诉苏仙儿，只要是在南州，黑月楼是不会泄露你的消息。一想到自己多了一个打杂的下手，楚玄就一脸开心。苏仙儿也没想到楚玄真的只把自己当打杂的使唤。这天金牌楼主前来，苏仙儿看对方修为甚高，赶忙问是何人。楚玄解释这是南州黑月楼的金牌楼主之一。苏仙儿听到后直接惊掉下巴，把茶水洒了楚玄一身。楚玄则告诉苏仙儿这是自己人，还给了他母符，让苏仙儿以后与他联系，把有用的情报整理好告诉楚玄。
苏仙儿看着手中的母符，觉得自己不能胜任，但楚玄安慰说苏仙儿再合适不过了，还说掌握整个南州黑月楼是迟早的事，而作为楚玄的侍女，还能顺便掌握苏家的动向。苏仙儿看着母符，赶快谢过楚玄。一晃2年过去了，楚玄看着楚云拿回的丹药，居然比市面上的极品丹药成色还要好，没想到楚云在这方面居然这么有天赋。苏仙儿此时过来禀告秦家发生变故，楚玄听到秦家猜测一定与秦可运有关，原来是秦家家主疑似被迫退位，但现在位置上还没有人选，处于无家主状态。楚玄听后问道：“还有其他消息吗？”苏仙儿表示暂时只有这些，但现在赵家、何家、楚家都不知道这个情报。楚玄听后暗叹，整个南州可能要变天了。此时的秦家族内围着一群人，秦可运则在人群中自认家主，问整个族人有谁支持谁反对。这里就有金牌楼主隐匿其中。秦可运说到战魔谷地即将开启，乃是秦家崛起的机会，如果有不服的可以站出来接自己一招，谁能接下谁就能成为秦家家主。秦可运看族人鸦雀无声，表示从今天起自己就是秦家家主，秦家包括秦国的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，然后就让每位族人都献出一滴精血，用来开启秦家祭坛，族人们只能听从秦可运的话献出精血。金牌楼主也乖乖献出自己的精血，族人们蜂拥而上，一滴一滴的血全部落入器皿中。秦可运则施法从器皿中将精血凌空抽出，然后对着石柱一张拍了过去，瞬间产生一股强光，让族人都睁不开眼。从石柱中居然出现一个硕大的人影，秦可运见人影出现，赶快拜倒。人影似乎也早就料到自己会被秦可运召唤出来。众多族人看人影被秦可运称为先祖，一个个都十分惊讶。秦可运说到：“秦家已经衰落，秦国早已没落，秦可运欲重振秦国之威。”人影听到后，把手放在了秦可运头上，随后两眼放光，大声说一声。只见人影凝聚成光，瞬间覆盖秦可运全身，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，在秦可运面前只剩下一个深坑。秦可运则缓慢起身，就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秦可运可完成了先祖的传承，势必要重续秦家辉煌，委托平侠向大家传授传承功法，还要找回在大前的秦家强者，赵家、何家、楚家也要全部臣服于秦家。平侠赶快上前提醒，大前怕是不会让秦家强者归来。秦可运却非常淡定，表示等到自己出关，大前一定会答应的。随后秦可运来到了闭关之地，身上的妖狐气息也不再掩盖。秦可运自知南州规则不全，要想提升地境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，依靠自身的妖狐之力。此时的楚玄宅院中，楚玄看着秦家的消息，也暗叹南州要变天了。原来四大家族在大前的强者本质上是人质，秦可运这样公开叫板大前，一定会有一场好戏。此时系统传来提示，楚玄看着自己的修为又增长了，十分开心，心想任长河与苏仙儿突破都为自己奖励修为，看来收徒是一条提升修为的捷径啊。此时的苏仙儿出来正要汇报，可楚玄却抢先一步开口，虽然是突破合境的大好日子，但也要戒骄戒躁方可更进一步。苏仙儿根本想不到楚玄是怎么知道。此时的大前殿上，只见一人被掐住脖子，奄奄一息，原来是秦可运在此大开杀戒，大前的帝君也败下阵来，无可奈何。此时房顶上突然传来几声讥笑，原来是邪王在此偷偷观察。秦可运想拉拢邪王一起对付大秦，可邪王却说这根本不是邪王庭的作风，最好的剧本当然是一网打尽。秦可运看邪王如此，也是邪魅一笑。邪王不管3728，直接扑向秦可运，随着一阵闪电，邪王惊讶地看着秦可运，原来邪王也败下阵来。秦可运在此宣布，秦国从此以后不再奉钱为主，不再送何境高手来此为人质。秦可运今日在此称帝。此时楚玄在院中也收到消息，秦可运带回了4国高手，并且称帝。楚玄看着手中的情报，暗叹不愧是妖狐转世，境界提升果然迅速，看来4国共治的局面要结束了。苏仙儿也感叹大秦女帝果然霸气。楚玄看着眼前手舞足蹈的苏仙儿问道：“怎么你也想做女帝？”苏仙儿则赶紧表示自己只想待在楚玄身边。楚玄则教诲了起来：“什么女帝大帝全是虚名。”苏仙儿也赶快附和称是。就在楚玄感叹秦可运的修为时，突然察觉到外面有人，话音刚落，大门就被打开，原来是一身女帝服饰的秦可运来。楚玄也纳闷秦可运为何来此地，没想到秦可运此次前来居然是想娶楚玄回宫。苏仙儿听到娶楚玄也是呆住了，楚玄则更是一阵无语。秦可运表示自己已经垂涎楚玄的美色很久了，趁现在后宫无人，要赶快宠幸楚玄。可楚玄却义正言辞地拒绝了。秦可运不依不饶，表示这样的机会可不多，没想到被楚玄一把推开。秦可运一看软的不行，决定硬来，直接展开自己一身地境气息，可没想到却被眼前的废物楚玄瞬间压制。楚玄则说：“大秦女帝跪！”秦可运直接跪在了楚玄面前。秦可运内心感叹，居然仅用一言就控制了自己的心头，这究竟是何等的实力？楚玄此时飘在空中，洋洋得意，质问秦可运是谁给的勇气，敢在自己面前这么放肆。秦可运赶快认错，
被楚玄放过的秦可韵与楚玄坐在桌前，楚玄问他是否知道战魔古地，秦可韵则说虽有前世记忆，但知之甚少。楚玄则要知道多少全部讲出来。秦可韵前世乃是大秦帝尊妖宠，作为妖宠实力都有帝境9重，帝尊的实力更是深不可测，曾经彼此形影不离，直到有一天突然离去，在大战爆发前还为其留下了一些法宝。不久人魔大战全面爆发，帝尊杳无音讯，大秦祖地也遭到魔族入侵，妖狐与几位长老带族人转移，但最终在对抗一位魔族强者时陨落，幸好随身带了帝尊留下的精魂碎片，使得其转生于秦平峡腹中。这就是秦可韵生前的全部记忆。楚玄听到后果然与自己天机探源的结果吻合，问到帝尊亲走前没留下什么话吗？秦可韵只记得嘴里一直在说叛徒，人族叛徒。楚玄推测这其中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秘密，随后让秦可韵先回去，今天的事情不许向任何外面的人透露。楚玄要赶快为战魔古地做准备，随后招来了母符，母符上也瞬间出现了画面。楚玄让其调查关于秦国帝尊的所有消息，金牌楼主的令后立刻去办。楚玄要在这战魔古地开启前抢占先机。3天过去了，楚玄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，但楚玄没想到，曾经的帝尊居然统一了整个南州。如此看来，帝尊最起码也是天境。曾经的战魔古地居然连天境强者都陨落了。楚玄也决定要赶快提升自己的修为。此时外面传来声音叫楚玄吃饭，楚玄则高兴地想看看今天吃什么好吃的，但却被告知家族出事了。原来是女帝把楚家的封地与高手全部退还了回来。楚玄听到后也很惊讶，但是转念一想，这不应该是好事吗？没想到下人却说怕是大秦女帝故意冷落楚家。楚天明认为是楚元悔婚得罪了女帝。此时的楚家祖宅，楚天明火冒三丈，要人赶快把楚元抓回来给女帝赔罪。如果继续被这样冷落下去，以后有什么强敌来犯楚玄，孤立无援，可如何是好？但楚家不知道的是，这条消息现在已经泄露于别人之手。随着手下报告，赵和两家已经得到秦家的好处，现在正在迅速崛起。秦家也发来通知，让楚家不要为边境的事情费心。楚天明顿感不妙，猜测秦可韵一定还是在为悔婚之事恼火。楚玄听见楚天明的咆哮声，也司空见惯，决定先看一看今日的情报。没想到今天的情报还真有楚玄感兴趣的事。由于秦国局势动荡，导致各路人马在边境频繁生事，不过没持续多久就被九剑山强者镇压，出手斩杀了众多敌人。若不是邪教与大钱底蕴深厚，恐怕早就被秦国吞并掉了。而九剑山的强者不是别人，正是秦可韵那道插门的父亲鸿飞。以鸿飞的年纪当秦平峡的爹都富富有余，难道这一切全部都是大秦帝尊的手笔？而且这九剑山乃是从战魔之前延续至今。楚玄推测这南州没有表面上简单，等自己实力提升，要让杜源与任长河来趟南州，这样自己就能足不出户搅翻南州，还能触发系统大奖。楚玄忽然想起祖宅下面的未知空间，立刻开始运功查看，原来是一些合境3重以上强者才能触发的传承，可以帮助其快速领悟踏入真境。楚家也是靠着发掘古迹才有的经验。楚玄决定还是等楚云回来由他自己开启吧。此时皇宫有要事禀告，但还没等手下汇报完就被秦可韵打断。秦可韵只想知道正面战场如何，邪教已经被打得转入潜伏状态。秦可韵吩咐对付邪教的同时要时刻关注大钱。这些年大钱在暗中为秦国埋了不少钉子，由于大秦崛起太快还没站稳脚跟，等到时机成熟就是这些蟑螂的死期。属下还想劝秦可韵不要排挤楚家，但秦可韵则表示让楚家保持现状即可，还有千万不要去干扰楚家。下属转身离去，还以为秦可韵只是在为悔婚之事恼怒，但秦可韵却心知肚明，楚家的这滩浑水深不见底。此时秦可韵正在召集手下问话，李将军表面忠贞不二，暗地里通敌卖国，被信中检举，直接被拉下去斩首示众。秦可韵正好用李将军杀鸡儆猴，手下们也都纷纷听令莫敢不从。此时的楚家内正在加大训练力度，但扫地的佣人都知道楚家早已不比赵和两家，纷纷辞去工作去赵和两家扫地。听着楚天明的哀嚎，楚玄放下心来，决定用万天镜找点乐子。对着杜源就是一顿批评教育，对着任长河又是一顿怼。看着自己的2个宠物都已经突破地境，可自己等了3年的大气运者却迟迟没有出现。就在这时，院外突然传来声音，鄙人大清晨喝得迷迷糊糊，大喊自己是废柴，自己边骂边向楚玄的院内走去。楚玄看着眼前的废柴，推测此人就是大气运者。这时苏仙儿出来正要动手，却被楚玄挥手拦下。此人二话不说上来就想要酒，苏仙儿根本看不出这个酒鬼有什么大气运，不但喝得迷迷糊糊，还要把自己的宝剑换酒喝。楚玄看着跪在地上的废柴一脸疑惑，但仔细一看此人的面相，就知道果然是废柴中的废柴，不但被青梅竹马的女人甩了，还被青梅竹马的新欢踩在脚下侮辱。此人听后抬头想知道楚玄到底为何人，楚玄则开启忽悠模式，说自己乃是迷失少女的指路明灯，诸天万界里废柴的救世主，人送外号废柴救星。酒鬼听到后确定眼前的人就是废柴救星，而自己这个一无是处的废柴又恰巧碰到。在楚玄的极致忽悠下，酒鬼做出了决定，直接跪倒在地，果断拜楚玄为师。楚玄也同意了拜师请求，决定帮助丁月脱胎换骨，踏足巅峰。丁月表示一定谨遵师傅教诲。看着眼前丁月的状况，果然跟楚玄猜测的一样。此时系统也识趣的送来了奖励。在楚玄的院子中，
楚玄决定帮助丁月拜托废物称号，告诉丁月集中精神，心神合一。丁月听后赶忙照做，楚玄则伸出手指靠近丁月，然后内力一催，打开了封印在丁月体内的天心剑脉。丁月瞬间进入一种忘我状态，不但突破了灵境一重，而且之前无法感悟的剑道也能无师自通。楚玄帮通天剑诀传入丁月脑中，让丁月趁此机会好好感悟。就连苏仙儿也看出丁月的不同，此时的丁月像极了一把剑，不禁感叹楚玄的逆天操作。这时楚玄也收到了系统的奖励，利用这奖励的100年修为，成功突破了尊境。到达尊境后，神魂再次升华。虽然地境的预知力可以碾压下位者如蝼蚁，但尊境的预知力可以构建属于自己的规则，镇压地境易如反掌。楚玄决定展开神魂，看看自己预知力到底如何。随后楚玄一飞冲天，看着自己能够覆盖方圆50里的预知力，十分高兴。由于南州规则不全，而楚玄则靠着奖励无视规则，直接进入大道规则，所以预知力就会比同境武者高好几个档次。达到尊境后的楚玄对于南州的掌握也是尽在手心。此时突破尊境的奖励又来了，圣师光环可以助人感悟的提升资质，对于楚玄来说叫徒弟再合适不过，而撼天神香则更为恐怖，威势可撼天，震荡大道，震欲破法。楚玄也感叹系统出品必是精品，随后使用撼天神香瞬间高大起来，要不是有法阵罩着，估计会吓死一群弱鸡。这庞大的气势足以震碎敌人的预知力，配合之前的七彩神光，简直是装满了神器。楚玄决定找任长河试一试，开启撼天神像的楚玄成功把任长河忽悠住了。任长河赶快跪倒在地，说自己还有不解之处，正好帮助楚玄试一试圣师光环。任长河感叹自己这么多天自诩天骄，没想到在师尊面前只不过是一捆废柴。楚玄对着任长河开始了新一轮的讲解，在圣师光环的加持下，任长河感动得痛哭流涕。看到老人已经被自己忽悠瘸了，楚玄很是满意，决定再用万天镜让小杜来看看自己的神通，却看到小杜此时正深陷麻烦之中。楚玄也隐隐听到萧良的名字，决定在暗中观察究竟是怎么回事。原来两人是萧家派来的，看杜源与萧良有关，要带小杜回去审问。小杜也看出自己不是两人的对手，决定找机会先跑路再说。突然楚玄看出了其中的猫腻，原来萧家两人的武器非常精良，这也正是小杜要逃跑的原因。此时的杜源明面准备好架势，实际心中已经开始规划逃跑路线。可萧家两人却明白，今天杜源必须死在这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，楚玄出现。杜源回过头看到楚玄，赶快上前说明自己的情况，希望楚玄能够出手相救。楚玄使用撼天神像走了过来，嘴中说道：“两只蝼蚁何足为惧？”萧家两人从未见过如此场面，直接被吓呆了。杜源也没想到刚刚还要自己命的两人，在楚玄眼中不过是两只蝼蚁。楚玄此时也开口询问为何要为难小杜，两人赶快上前跪拜，表示这只是误会。楚玄则假装怀疑，再次询问，吓得两人赶忙表示绝不敢说谎。看到两人的样子，楚玄心中暗喜，但还是询问了小杜是否如此。杜源也上前表示确实是误会。楚玄则看出杜源的心思，这样既不会得罪萧家，还能让萧家知道杜源背后有个未知强者。楚玄也就顺着杜源的意思，再次吓唬两人。没想到杜源听到蝼蚁后更加自卑起来，认为自己现在连蝼蚁都不如。楚玄也给杜源一个台阶，问杜源应该如何处置二人。杜源表示自己只需要一点小小的补偿即可。两人也暗叹杜源心机之深。楚玄听到后也借花献佛，让两人留下身上所有东西后滚蛋。随着楚玄一挥手，两人一溜烟逃之夭夭。来到安全处后还在商讨，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存在，一定要先禀报族中再做商议。此时的杜源也跪倒在地，决定为楚玄鞠躬尽瘁。楚玄看到杜源如此真诚，也决定手下杜源，让他以后在其他界面为自己跑腿。杜源听到后赶快参拜起来。系统的奖励当然也是按时来到，此人乃南州最强者，只要宅在院中不出门就能得到奖励，其中万天镜可以足不出户探索世界各地，但每天只可使用3次。楚玄已经靠他成功忽悠住老人与老杜，决定再使用一次碰碰运气。看到万天镜中出现的画面，楚玄感觉此人绝非等闲之辈，不但年纪轻轻境界来到合境，毕生功法也是神法级别，但却越看这小子越眼熟。仔细一看，此人正是萧家弃子萧良。此时萧良脖子上的项链突然升起，在他面前居然出现一个白衣女子。楚玄一眼就认出女子乃是天境强者，只不过现在已是虚弱神魂。此次女子出现也是告诉萧良，自己再出手2、3次就要陷入沉眠，让萧良必须尽快离开西周。萧良也答应下来，但心里发誓一定要找萧家讨回公道。白衣女子劝萧良好好修炼，突破天境后，萧家自然会奉你为尊。萧良也表示自己会在1000年之内突破天境，帮助白衣女子重塑肉身。楚玄听到居然想1000年天境，这小子简直太狂了。白衣女子也表示1000年天境根本不可能，万年天境已经是绝顶天骄，况且天境乃是一道天堑，无数强者都卡在了此处无法突破。如果没有大机缘，再强的天赋也休想万年内突破天境。萧良听后也知道自己话说大了，不过白衣女子安慰道，只要不气馁，凭借自己的指导与萧良的天资与气运，
突破天境问题不大，自己这一辈中就有一人万年成就天境，不但铜镜无敌，还能独闯魔域3进3出。萧良听到后赶忙询问此人是谁，就是10万年前威震9域50州的任长河。楚玄听到后直接亚麻呆住了，没想到女子与老人居然是同时代的，老人也打起喷嚏，不知何人在背后说闲话。萧良也发誓要像任长河那样威震9域50州。楚玄你听到后却觉得萧良格局太小，随着楚玄的坏话，老人这边喷嚏已经止不住了。楚玄决定帮年轻人打开格局，把萧良也忽悠去了。此时白衣女子劝萧良去规则不全的南州，即可避开萧家，还能寻找大机缘。此时楚玄突然凭空出现，两人赶快做好战斗准备。白衣女子看到眼前的一幕，还以为萧家的老祖追来了，但萧良则知道追杀自己根本不需要老祖出手，况且面前的神通连老祖都不具备。楚玄暗叹撼天神像真乃忽悠人第一神技，就连老人都忽悠瘸了，何况眼前的两人。女子赶快上前参拜，原来女子名叫柳飘飘。萧良见状也赶快抱拳，楚玄则询问起两人。柳飘飘从未听过楚玄编造的诸天万界，想让楚玄帮忙解惑。楚玄则开启忽悠模式，表示诸天万界包罗万象，反问9域50州是什么地方。柳飘飘听后赶快解释，人族独占5域，妖族魔族各占1域，还有1域乃是各种族混在其中的混乱域，而这最后1域就是最神秘的荒古。天境强者都只能在荒古域边缘摸索，并且只有神境才可进入其中，也唯有荒古域才可突破神境。但是自古以来有一传说，神境却无法走出荒古域。楚玄听后非常感叹，难怪任长河这种天才都会困在里面。一个坏点子也出现在楚玄的脑海里。楚玄一副正经的样子，要为两人解惑，说9域50州不过是诸天万界的荒僻一隅，所谓的神境也不过是一群蝼蚁。两人听到后瞬间亚麻呆住了，没想到诸天万界居然如此浩瀚。刚刚提到的偶像任长河连蝼蚁都不如。楚玄看到两人的反应，知道自己已经忽悠成功，两人赶快谢过楚玄。楚玄则继续开始忽悠，如果想来到诸天万界，荒古域乃是必经之路，这就是神境不出荒古域的原因。两人听到后也觉得非常合理，原来认为所谓的神境强者全都去了诸天万界。柳飘飘赶快上前拜谢，楚玄表示柳飘飘神魂虚弱。柳飘飘还以为楚玄要帮助自己重塑肉身，但楚玄却表示既是劫也是缘。柳飘飘听得迷迷糊糊，楚玄看时机差不多，决定指点1、2。肉身被毁乃是劫，神魂存世乃是缘。神魂可入大道，托一方天地，天地规则尽在其中。随着楚玄的忽悠，柳飘飘似乎也认懂了，还想继续向楚玄请教时，楚玄却说让他自己慢慢感悟，但表示自己会赐予一物帮助其恢复神魂。此物就是楚玄的魂印，为保证柳飘飘不受控制，决定先种下魂印，随后就把魂印递给柳飘飘。柳飘飘赶忙取出一滴融入神魂，看着魂印融入神魂，柳飘飘的神魂也感受出了变化，系统的奖励也如约而至。此时萧良正跪在楚玄脚下输出彩虹屁，楚玄看着萧良有些不知所措，让萧良有话直说，不要绕来绕去。萧良则表自己师徒两人正在被追杀，希望能得到楚玄的指点保护自己，日后如果能够成器，必将为楚玄保驾护航。楚玄看着眼前的萧良，认为此人尊师重道，自强不息，日后此子必成大器。随后奖励了一本敛息逆行的功法给萧良，萧良赶快跪在地上感谢楚玄。楚玄也是成功装波一成功，两人都得到了楚玄的造化。想知道楚玄的尊号，这可把楚玄难住了。仔细一想，能够配得上自己高大的气质，那就只有二狗这个称号了。两人听后顿时感觉非常牛 X， 赶紧跪倒感谢二狗尊者。楚玄也决定先告退，以免露馅，顺便回去看看刚才奖励的功法。读完功法，楚玄感叹系统出品就是牛 X， 让自己神魂存于大道不崩，做任何事都可以事半功倍。楚玄此时的心情也是非常愉悦，直接奖励弟子一把宝剑。此剑刚一落地，弟子就看出了他的与众不同。看着弟子得到兵器，苏仙儿很是羡慕，赶紧找楚玄要神兵。弟子这才知道宝剑居然是神兵，瞬间跪倒在地，感动流涕。楚玄看到后也没啥办法，又拿出一样神兵赠与苏仙儿，并叮嘱两人好好修炼。楚玄感叹3年匆匆而逝，自己是时候会一会黑月楼一星楼主。第2天召见了鲍鸿雁，鲍鸿雁却说除非重大事项，否则一星楼主轻易不见人。楚玄则让鲍鸿雁拿着丹药去就可以，鲍鸿雁只能按照吩咐去做。没想到半小时后，一星楼主果然前来，而且还对楚玄万分感谢。楚玄则表示那种破药丸子自己都快放过气了。楚玄则想知道一些黑月楼的隐秘，可楼主只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地境3重，至于总部在何处于实际掌控这一概不知，但是对一些势力的隐秘还是有所了解。看着眼前的木门没发出声音，楼主赶快继续说下去。其实他无意中发现了黑月楼里的一桩隐秘。说到此时，楚玄让他继续说下去。原来在战魔谷地开启时，有许多外部势力插手进来，其目的就是为了针对秦帝国，但策划者黑月楼却无从得知。楚玄听后觉得此人有些用处，让他退下以后随叫随到。看着弟子们每天努力修行，自己的宠物也日渐长大，楚玄则开开心心的宅着即可。突然系统传来奖励，又一个3年的奖励来了，万法道已可借大道之力护体，
防御无双。追魂道供则以大道之力为剑，无视距离，无视空间。只需意念锁定即可。楚玄看着既能装波衣又能提升实力的法宝，十分开心。这把弓箭也十分适合现在的楚玄，足不出户就可以击毙敌人。但发射的弓箭与自身实力有关，还是需要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行。楚玄开始了自己的修行。此时的楚云发现了一处古迹，心想一定要提升丹药等级才能回去帮助楚玄。看着眼前的古迹，决定前去试一试。楚云进入才发现，这里简直就像是天堂，强身健骨的百灵军随处可见，可续命驱毒的千层雪莲遍地都是。楚云边摘边想着回去帮楚玄好好补一补，于是对着四处的仙药疯狂采摘。可突然间抬头，发现院一又一株非常漂亮的草药。楚云看着眼前的草药十分开心，因为这是传说中的玄心草，可以提升武者先天资质，有了它就可以帮助楚玄提升实力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背后突然出现一人，此时楚云正好不防备地站在此人身前。楚云当然不认为此等宝地乃是个人所有，可男子表示不但药材是自家的，就连楚云进入后也要归自己所有。就在男子得意之时，楚云趁其不备突然发起攻击，一掌打在了男子的身上，但却被男子轻松挡下。紧接着楚云再次打出数掌，在楚云的攻势下，眼前瞬间烟雾四起，但男子却毫发无伤地站在一旁，还对楚云说出略带调戏的话。楚云看自己的全力一击都不起效果，顿时有些慌乱。就在男子得意之时，楚云身后传来轰的一声，楚云赶快回头望去，可还没等楚云看清，就感觉眼前一黑。原来不知何时楚云的身前已站着一人，两人对楚云形成前后夹击之势。楚云见此情形，也决定破釜沉舟。可眼前的男子此时却无比淡定，甚至双手背到身后看着楚云，紧接着只伸出一根手指就挡住了楚云的拳头。这个一指操作也直接惊呆了楚云，也把后边男子看得春心荡漾。此时男子十分得意地笑起来，然后用手一指楚云就原地消失，被一个气泡直接困在了空中。男子看着此时的楚云，直接暴露色相。楚云看到后也猜出了对方的意图，男子让楚云交出草药，并且乖乖让自己宠幸，没想到楚云却说他是在痴心妄想，根本就不配。男子听后直接亮出身份，原来是九剑山少宗主宋庞。楚云听到后说那就更配不上自己，男子也被楚云激怒，决定要动用一点小手段，但楚云却说宁可自毙当场，生死道消，也不会让宋庞得手。没想到宋庞听后更来劲了，楚云顿时感觉到不妙。就在男子对着楚云要发功之时，凭空就被打了一个大比斗。宋庞还想用九剑山为自己立威，没想到来的面具男却开口说道：“九剑山算个什么东西？记得上次在被蛮猪王追杀时，就是面具前辈出手相救，只是出手一指，蛮猪王就被制服，倒在地上昏死过去。”楚云赶快上前谢过，可没想到面具男居然也是受人之命，奉命保护楚云的安全。楚云听后赶快向其主人表示感谢，面具男抱拳回礼。随后面具男看向楚玄，只是轻轻一抬手就帮楚云脱离了困境。这一操作可惊呆了宋庞，就连楚云也没料到自己居然脱困。看到眼前的面具男，不禁联想起他的主人。面具男看向眼前的宋庞，问道是否还要较量一番。宋庞连忙表示不敢。面具男还表示念在此次乃是初犯，就此作罢，如果再有下次，九剑山不保。宋庞赶快拜谢，面具男则只说了一个字：此时楚原在府中也收到了消息，以九剑山的体量，应该很快就能查明楚云的身份。楚云似乎还对九剑山的复仇有所期待。此时丁月走来，认为自己已修炼多日，想要证明自己，但楚玄告诉他不要急，因为楚玄看出他又桎梏未破。丁月听后也是有些不足，楚玄则直接点破，说丁月还对青梅竹马抱有幻想，心中还想着早日出师去一雪前耻，但这已经违背了背负的无上剑道。丁月听后大吃一惊，感觉自己已经被楚玄看穿。楚玄又问是否知道世间为何缺少绝顶剑道强者，丁月对此当然不解。楚玄又问为何无数剑道武者努力一生却是虚度，丁月回答那些人没有资质，但楚玄则直接否认，说历史上天资卓越者不计其数，他们之所以全都失败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。丁月听着楚玄的话，只想了解真正的无上剑道。楚玄则说道，无上剑道乃是相当残酷，你确定要走这条路吗？作为大气运者的丁月当然志在必行。楚玄看着眼前的丁月，决定为其解释。楚玄把这无上剑道称为剑道三关，丁月听后开始慢慢相信。楚玄称第一关为忘掉心上人，丁月听后感觉这条有些针对自己。楚玄则解释说，如果心中有人，那岂能有剑？丁月却认为两者可以共存。楚玄当即表示那样的剑道根本不纯粹，还举例说，如果心上人落入敌人之手，那这时你的剑怎么办？如若心上人要杀你，你的剑又怎么办？如果心上人的父母亲人要杀你，你又应当怎么办？真正的无上剑道又要怎么办？楚玄一顿语言攻击，直接把丁月忽悠的大脑一片空白。丁月想起了两人的美好时光，又想起了心上人的背叛，最后被心上人带领相好踩在脚下侮辱。丁月回忆着点点滴滴，瞬间大彻大悟。楚玄把丁月的表现看在眼里，开始讲述第二条，看到美女不走神。丁月听后又是似懂非懂。此时楚玄一个手势，凭空瞬间出现两个女人，可丁月眼中却只有左边的美女。
楚玄开始说教，如果此女子在你走神时突然动手，会有什么后果？所谓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丁月却说要是自己是个女人就好了。楚玄说难道世间没有美男吗？看着眼前的丁月，楚玄说出了最后一条，也是最关键的一条。丁月听后瞬间紧张起来。楚玄表示一旦突破这条，那世间将再无敌手。丁月听后紧张的冷汗直流。最后一条就是心中无女人，拔剑即屠神。丁月听后直接跪倒在地，说到自己差点误入歧途，是师父及时制止才得以挽救。楚玄看到自己忽悠成功，内心也很高兴。这天他被弟子折磨得有些头痛，决定用万天镜看看老人。老人看到恩师后也是赶忙跪拜，但也一眼看出楚玄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。楚玄自然不能白来，先是对老人一顿说服教育，然后询问老人是否知道有千岁天境者。老人回答却有此类人。楚玄一听了来了兴致，没想到萧良的胡说八道在现实中真的存在。老人说有些老怪物因为种种原因用秘术转世，带有前世的感悟积累，即可1000年之内恢复修为。楚玄听后觉得很有道理，但老人接着说，此法有一个致命的弊端，就是需要更长时间去巩固根基，否则很难再突破前世境界。楚玄也想起了秦可运，不知道大战是否还有其他的转世之人。老人还知道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在特殊的秘境下修炼，秘境中过1000年，在世间不过1年而已。传言荒古玉有此秘境，所以老人才来探索，被困在其中。楚玄听后立刻开始装波衣，把老人直接忽悠的面色潮红。楚玄赶快叮嘱老人几句后挂断联系。这时门外传来声音，楚玄看向门口，原来是楚云回来了。楚云兴奋地看着楚玄，就要给楚玄看看宝贝，那就是楚云手中的玄心草。楚云让楚玄赶快吃掉，这样就能提升天赋，得以修炼。可楚玄却表示自己根本用不上。楚云听后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让楚玄吃下，不然的话以楚玄的修为，怕是和普通人一样，活不过100年就会驾鹤西去。楚云思考片刻，决定硬来，趁着楚玄不备，偷偷溜到楚玄身后。但他不知道此时的楚玄早已修为通天，暗中一个手势就控制住了楚云的手。楚云看着自己的手不受控制，有些不知所措。随着楚玄一个响指，楚云的手慢慢靠近自己的嘴，然后直接把玄心草放入嘴中。楚云此时已经崩溃，开始嚎啕大哭起来。楚玄则过来安慰楚云，表示自己确实用不到这些东西。楚云眼含热泪地看着楚玄，没想到楚玄无比淡定，表示自己可不是废物，一切都要从这个院子说起。由于楚云炼制的丹药非常牛掰，也得到了家主长老楚天明的重视。楚玄听到消息后也为楚云高兴，心想趁着楚云在家之际，帮助楚云打开祖宅的底蕴。地上瞬间出现一个大洞，仆人赶快汇报楚天明，楚云小姐的闺房炸了。楚云小姐不知所踪。楚天明听后大惊失色，还以为是楚云炼丹把房子炼炸了，赶快通知封锁消息，然后集结楚家族老前去楚闺房。等所有人来到，才发现此处已经被炸成了废墟。楚天明要4大族老不惜一切代价找回楚云，大家也开始四处寻找，但也感觉到这里面的空间不太正常。楚天明突然发现前方有一束光，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，原来是楚云发出来的。楚天明看着眼前的楚云没事，非常高兴，但族老们却不知道楚云此时的状态。但作为族长的楚天明一眼就认出来，楚云是在地冰认主。随着嗡嗡声越发强烈，地冰慢慢的融入进了楚云的身体。楚云此时也睁开双眼，众人都感觉到楚云身上发出了强烈的威压。楚天明见状，赶忙大喊楚云的名字。楚云也认出是爷爷来，但却对此处一无所知，甚至连周围的东西都不认识。楚天明见状，还是再次询问起来。楚云只知道听见一个亲切的声音，只因自己来到这里来的。楚天明一听推测那是先祖的召唤，而这些漂浮的光团里面则是传承的力量，也正是楚家的底蕴所在。楚天明立刻吩咐封锁消息，让4大长老前来吸收传承，突破之后再通知其他人。此时的楚云看向楚天明，楚天明则开始关心起楚云的身体。楚云感觉自己挺好，楚天明则心知肚明，刚被地冰认主的楚云哪里能不好呢？楚家终于要真正的崛起了。楚天明的哭声也通过洞口响彻云霄。楚玄听到后也纳闷，楚云开了个底蕴，怎么把老爷子还弄破？但突然楚玄感觉到了不对，该来的终于要来了。此时的皇宫也受到了楚家的求救，女帝秦可运看过了奏折，下属还想替楚家说话，秦可运却直接让他退下，还告诉下属如果九剑山宗主死了，就让其再换一个宗主就可以了，一切都要当作无事发生。此时的楚家门口，九剑山宗主父子已经到了门外，得知楚云还是炼丹师后，宗主决定要把这门亲事务必拿下。可此时的楚宅内可不太平，所有人都在等待女帝秦可运的消息。楚天明也不知为何就招惹到了九剑山，本想着等楚云成长几年后，把家主之位传承给他，却没想到遭到九剑山的逼婚。楚天明决定要让楚云偷偷跑掉，可还没等行动，两人就冲了进来。楚家两人也被吓了一跳。楚天明还在怪罪楚云躲得慢，难道是真的想嫁给这个禽兽吗？九剑山少主也立马认出了楚云，宗主的眼神变得犀利，看着楚天明与楚云直接说出自己的目的。
如果答应，那么之前的一切既往不咎。可话说到一半，却突然说不出话来，然后就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，感觉背后有一条龙在看着自己，随后突然大吼大叫起来，头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印记。这一顿操作下来，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看懵了。少主还想上前威胁楚云，不料被自己的老爹一拳打飞。接着在楚天明与楚云面前狂扁起了自己的儿子，两人看到后当场惊呆了。宗主不但狂扁儿子，嘴中还骂骂咧咧，说自己的儿子是坨屎，连见祖宗的权利都没有，然后掌上巨气要当众杀了自己的儿子。楚云见状连忙制止，说在楚家杀的话有些不同，而且还污染环境。宗主听后非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感谢楚云提醒，并决定回家干脆他。紧接着拎起儿子的脑袋对着楚云就是一顿感谢。这个消息不久就传进了皇宫，秦可运听后非常淡定，并且对这一切的幕后主使楚玄更加着迷。楚天明一直搞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，长老们推测可能是女帝在背后施威，可楚天明却认为女帝虽然强大，但是让九剑山宗主如此还不至于，更不可能为了楚家与九剑山交恶，但长老却认为只有女帝的威势可能做到。楚天明想想也觉得有些道理，难道是女帝还念及楚元的旧情？楚玄看到后不由得为自己的三哥担心，而此时3名邪教徒正在讨论新教主上任，不但把旧教主当众侮辱，还说他已经不配在邪王庭待着，直接被逐出了邪王庭，简直就是所有教主中最惨的一个。教主也把自己的所有遭遇怪在了楚家头上，一向烧杀抢夺习惯了的教主何曾受过这种侮辱？决定亲自找楚家报仇雪恨，决定用手中的魔血珠污染楚家。如果楚家全部化魔，那么就一定会受到所有人的追杀，到时候楚家被灭族，自己方可一战成名。可突如其来的咳嗽也仿佛提醒着他，留给他的日子并不多了，这一切也应当是他最后的疯狂。此时的楚家长老全部都在古迹中闭关修行。教主来到楚家院内，偷偷释放了魔血珠，1刻钟后魔血就会污染整个楚家。可他却突然被带到了一个地方。楚玄看着眼前的人，仿佛认出了他，看着他手中的东西，知道此人要对楚家不利，可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魔血珠已经开启，现在任谁都无法阻止了。楚玄听后直接下令让是灵花吞了他，是灵花二话不说直接把教主吞了。可此时魔血珠中却突然出现神魂，楚玄也认出是魔族强者的神魂，两个弟子也是第一次看见如此情景。魔魂刚出来就口出狂言，不但要楚玄下跪，还要弟子侍寝。弟子也认出神魂是尊敬巅峰，全盛之时怕是天境的魔族强者。神魂也看中楚玄的身体，直接奔着楚玄就飞了过来。楚玄也是微微一笑，区区尊敬神魂也敢放肆？血魔珠释放出了天境强者的神魂，不料却被废物楚玄轻松化解。神魂现在感觉自己的力量全部失效，就连意识都有些模糊，不敢相信南州居然有如此强者，还以为自己被带离了南州。被镇压前也不明白究竟为何。弟子看见楚玄仅一抬手就把魔魂镇压，也感叹楚玄的强大。楚玄看着被自己镇压的神魂，想从其口中了解一些战魔古地之事，因为当年的隐秘只有当年强者才知道。而看着眼前的神魂虽然被封禁，但楚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镇压。楚玄心想，如果有佛门感化就好了。系统那也是非常懂事。楚玄看见系统的奖励也确定了强者的境界，看着眼前3本佛经宝典，分为过去的燃灯经、现在的如来经以及未来的弥勒经。楚玄赶快领取了系统的奖励。弟子看着楚玄浑身金光，也是惊叹不已。而净世琉璃塔乃是佛门至宝，可净化魔气，转化为佛力，可以镇压一切的妖魔鬼怪。楚玄二话不说，直接把神魂丢进了琉璃塔中。楚玄心想，如果把佛门之法传出去，对魔族一定是非常沉重的打击，到时候自己足不出户传播佛法，一定会得到更好的奖励。此时楚玄也安慰弟子，区神魂不足为惧。弟子赶快上前询问神魂是否是天境。看到楚玄如此厉害，弟子也要勤加修炼，要自己赶快忘记心上人，才能步入第一层。就在大家都悠闲之时，此时的神魂可是受尽苦难，不但被困在琉璃塔中无法出去，耳边还一直响起佛教经法折磨自己。即便如此，还在塔中口出狂言威胁楚玄。不过没多长时间就变成了囚牢，可楚玄对此根本不在乎，只享受着把魔族强者度化的过程，还想把世间所有魔族全部变成佛族。此时的楚玄已经为神魂起好了名字，既然为这世间第一尊佛，那么就叫佛陀。此时的神魂还在琉璃塔中不断受着煎熬，楚玄也推测有人一直在你身边呢喃，任谁也受不了这种度化。神魂慢慢嘴中开始说出阿弥陀佛。此时的邪王庭内，由于属下左脚先迈进门，引得邪王当场大怒，直接一击结束了手下的性命。其他手下看到此情形，都决定明天先迈右脚。看着眼前情绪不稳定的邪王，十分害怕。邪王突然发问：秦家是否真的楚家排除在外？楚家位于秦国内部，如果控制住楚家，就能趁机反击秦可运。随后又问九剑山宗主实力如何。有了九剑山的前车之鉴，邪王决定自己亲自前往楚家。看到楚家居然完全没有戒备人员，邪王决定从眼前的小院子开始动手。就在邪王高兴之际，楚玄迷迷糊糊的醒来，感觉到有一个带着邪气的伴敌，这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练手工具人。
随后直接把邪王传送到自己面前。邪王也是不知所措，根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楚玄也看出眼前的人就是邪王，可邪王此时已经被楚玄的神通吓懵。楚玄看着眼前的邪王怒斥，邪王赶紧跪倒介绍起了自己，说自己被一种冥冥之中的力量指引到此。楚玄直则一眼看破邪王的小心思，邪王只得说出自己想控制楚家的计划。楚玄则宽宏大度说自己问3个问题就可以饶邪王一条命。邪王听后立刻抱拳感激不尽。第一个问题，可知大秦帝尊？邪王老实回答大秦帝尊曾统一南州。第二个问题，关于战魔古地知道多少？邪王也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讲了出来。可邪王说的这些楚玄早就了解过了。楚玄问到邪王庭是否还有别的强者，邪王说自己有一个叔叔，但是常年闭关。楚玄一听来了精神，决定把邪王与邪王叔叔全部种上魂印。随后楚玄拿出魂印交给邪王，让他带回去交给他的叔叔，而邪王也被楚玄种下了魂印。楚玄也想知道邪王的叔叔到底是什么人。邪王此时正在赶回邪王庭，回想起楚玄的强大，作为仆从的邪王也不禁欢喜，心想如果能得到一些造化，那必定前途无量，赶快加速回邪王庭完成主人的任务。可到了宫殿外围突然停下，原来宫殿外异常吵闹，邪王决定看一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情。此时的宫殿外站着无数散修，而门口的守卫表面阻拦，实则与散修们一起偷偷谈话。原来这些散修都是想借邪王之手扬名江湖，却因邪王不在家很苦恼。可此时的卫兵却说自己有办法。散修一听来了兴致，卫兵则让散修办理套餐，然后掏出套餐单让散修查看。散修也是万万没想到，居然还有如此业务。看向卫兵觉得此事有些不妥，但卫兵拉住散修就开始介绍起来。A 套餐携王宫半日游附赠小零食， B 套餐携王宫由卫兵陪伴游玩。说到这，士兵开始吊起胃口。接下来的 C 套餐虽好，但有些昂贵。散修看 B 套餐都这么超值，想赶快了解 C 套餐到底如何。C 套餐就是观赏邪王洗脚盆5分钟，另外附赠邪王曾用的筷子1只，而且现在名额有限。散修一看这简直完美的套餐，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制。就在散修刚要购买套餐时，身后突然飞来一人，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一惊。随后飞来之人原地爆炸，远处还传来一个巨大的能量波，卫兵们也认出是邪王回来。邪王如死神一般站在远处，看向这些散修加卫兵，这些行为简直就是邪王宫的助手。邪王凝聚能量于双手，然后拍向地面，准备击杀所有人。在邪王的无差别攻势下，在场的人几乎全部丧命，有活下来的也吓破了胆。没想到邪王会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决定赶快回宫里通报。可卫兵把情况一五一十汇报完后，小邪王表示自己根本管不了，让卫兵去找那个唯一能压制自己老爹的人。守卫来到洞府门口，一五一十的汇报情况。老邪王听后也坐不住了，回想要不是自己没有子嗣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只见洞门缓缓打开，老邪王怒目圆睁，决定亲自去收拾一下那个发狂的侄儿。随后只见唰的一声，老邪王消失在原地。此时的邪王还在对身边的人进行屠杀。老邪王停在半空，立马开始呵斥侄儿住手。邪王看见叔叔来了，也停下了动作。老邪王大发雷霆，怒骂侄子，可邪王却说自己只是在整顿邪王庭，还说自己的主人给老邪王带来了一样礼物。随后指向自己的脑门，让老邪王查看。老邪王也不知道侄子中了什么邪，好奇地向侄子的脑门看去，只见楚玄的魂印出现在邪王的脑门上。老邪王只觉得一道金光非常刺眼，片刻后两人都亚麻呆在原地。邪王问叔叔感觉如何，老邪王居然感觉不错，紧接着就同意了邪王整顿邪王庭，这可把地下的卫兵全看得亚麻呆了。可就在这个夜晚，楚玄也感觉非常无聊，他也没想到邪王居然如此不堪一击，对此充满了失望。不过看着丁月进步神速，还是很欣慰。身边的2个宠物也是修为大增，老人他们几个也都在拼命修炼。楚玄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再进一步。此时系统送来了宅家5年的奖励，楚玄看到后感叹，这系统简直是缺什么来什么。这小世界能实现界中界，还能随意调整与现实的时差。楚玄看着小世界看越喜欢，直接打开了小世界。看到小世界里面的场景，楚玄眼冒金星，但想有这等好事，还是要带上自己的徒弟们。这是一处未开发过的世界，这里的灵气是外面的数十倍，在这里过上1年，在外面才算1天。2个弟子被带到这个世界也十分惊讶，都在感叹楚玄的神通广大。楚玄问2人是否知道面前的这棵树，看着眼前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，2人才从刚刚的兴奋中反应过来，都求师傅楚玄为自己解惑。楚玄说这棵树乃是这个世界的根本，尽管现在已经高耸入云，但实际上它只是棵小树苗，用它的枝干做成武器更是无坚不摧。2人听后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。知道此处过1年，外面才过1天后，2人这才反应过来，此处不就是传说中的时间秘境吗？丁月心中暗自发誓要勤加练习，回去报仇。苏仙儿也在心中做好了自己的目标，达成后好回去找苏家败类算账。楚玄一眼看透了2人的心思，觉得2人心浮气躁。2人听后也是尴尬无比。楚玄让2人保持这份练武热情，但也不可执着于欲念，以免被欲念所控制，要像眼前的大树一样，永远保持一颗平凡的心。就在楚玄教诲之时，2人突然发现
楚玄的2个宠物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。楚玄则表示他俩只是到下面去玩去了。只见一猫一鸟直奔地面而来，找到自己能欺负的动物疯狂玩弄。这一幕全被3人看在眼里。楚玄则怒火中烧，直接让2个小家伙住手，然后开始批评教育，表示玩闹可以，但绝不可以下黑手伤害这里的动物，因为做大哥的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小弟。随后吩咐2人赶快进行修炼，修炼之前当然要饱餐一顿了。随着2个弟子的一顿忙活，3个人也是撑得倒地不起，系统也是极其离谱，就连享受时光都能赠予奖励。楚玄也是给系统一个大大的赞。楚玄感叹时光幻影的厉害之处，就是以自己现在的修为驾驭有些吃力，好胜心极强的他决定饭都不吃继续修炼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楚玄对时光幻影的理解越来越透彻，凭借着此术，楚玄有信心实现越级杀人。同时楚玄也意识到了自身的不满，现在的修为还是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如果能够再奖励些修为就好了。可此时的大山深处，楚云正在为采不到好的药材苦恼，突然有人拦住了楚云，2人表示只是想跟楚云交个朋友，可是满脸猥琐的他说的话连同伴都无法相信。楚云看着眼前的2个流氓，心想有面具前辈保护自己根本不用害怕，直接拒绝了2人，并让2人让路。2人居然也非常识趣的让出一条路，楚云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过去了。同伴没想到小邪王就这么让楚云离开了。曾经的小邪王可是折磨了太多花季少女，而且每次都是武力降服，这么有礼貌都是第一次遇见。难道这次小邪王有什么新的邪恶趣味？小邪王也在此时叫住了正要离开的楚云，然后一个闪身挡在了楚云的前面。楚云则说对小邪王没兴趣，请小邪王不要再纠缠自己。没想到小邪王听到后居然为自己的唐突道歉。楚云看着眼前的人非常奇怪，让他不要再跟着自己影响自己采药。可小邪王还厚着脸皮上前搭话，紧接着朝着楚云越走越近，随后居然拿出一堆上品草药送给楚云。可楚云根本不屑于小邪王的东西，就连小邪王想要当保镖的要求也被楚云果断拒绝。这一系列的举动可是把小邪王同伴看呆了。难道小邪王真的一见钟情了？他本是前来楚家找工作的炼丹师，来的时候信心满满踏入楚家，却被城门守卫当场拦住。王洛赶快表明来意，自己是稀缺的炼丹师，前来投奔楚家。可2个守卫却无法分辨王洛的话是真是假。王洛拿出自己炼制的丹药做自己的凭证，2个守卫看到后这才放心。就在王洛以为自己一帆风顺时，2个守卫却看此人衣衫褴褛，猜测王洛根本过不了关，还借此打起赌来。王洛炼丹师的身份也引起了楚家的重视，但看着眼前破衣烂衫的王洛，楚天明自然是想先看看王洛有多大本事。王洛拿出自己制作的灵丹，表示现在成功率已经达到了1成半左右，还认为自己虽然落魄，但也出自丹道世家，南州这种小家族肯定被自己轻松拿捏。可楚天明看过丹药后觉得太过普通，因为楚家可是有着炼丹天才少女楚云，相比之下王洛的丹药简直不堪。楚天明拿出一些灵晶让王洛另寻他处，王洛听到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可看到楚天明的态度非常坚决，王洛则认为是楚家狗眼看人低，直接把灵晶扔在地上，决定要给楚家好好上一课。随后王洛大喊一声顶来，王洛身前出现一口药鼎，然后一声火起，药鼎瞬间通红滚烫。王洛自信地向鼎中放入药材，看着这些草药全部落入鼎中，王洛也开始念动炼药口诀，随后紧闭双眼专心炼药。可围观的楚家弟子们可不这么认为，都七嘴八舌的在嘲讽王洛。王洛则不以为然，因为他打算用实力让所有人闭嘴。可偏偏这个时候身上的隐疾发作，他也是因为有如此怪病才无法更进一步，无法感悟高级炼丹术而被家族抛弃。王洛咬牙坚挺，他要在众人面前证明自己。也王洛越是这样，越觉得周围人的嘲讽声音越来越大。王洛一瞬间陷入了恐慌，因为他仿佛看到了曾经在家族的处境，被族人视为废物，撵出家族。王洛此时心已打乱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眼前的药鼎也被炸得粉碎。王洛的这种境地使楚家族人的嘲讽声越来越大，王洛就这样呆呆地愣在原地，仿佛自己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楚玄感觉到有大气运者到来，探查后发现王洛居然是天生丹脉，但也看出现在的他丹脉被截断。楚玄也一阵无语，为什么气运之子全是弃子身份呢？转念一想，也可能是因为如此，才让家族无法承受这份气运。要是知道这天生丹脉也轮不到自己，而王洛竟然凭借着气运从偏远的北州跑到了南州楚家。王洛此时也走到楚玄的院子门口，忽然听见有人隔空诉说自己的经历，王洛赶快上前请教前辈为何人。楚玄则说自己是废柴克星，拯救无数废柴的二狗天尊。王洛听见这么有魅力的名字，直接就往院子中跑去。看见楚玄后赶快行礼，楚玄则直接让王洛拜师于自己。王洛听后欣喜若狂，直接一个响头磕在地上，系统也自然送来了奖励。楚玄看到这套功法非常适合王洛，也为王洛高兴，然后让王洛起身正式收为二弟子，还介绍他的师兄丁月给他认识。苏仙儿虽看不出此人有何出彩之处，但是能够拜入楚玄门下一定有过人之处。楚玄也当中说出了王洛的身体问题，王洛得知是被未婚妻送帽子，非常愤怒。楚玄也表示自己可以帮助恢复炼丹，但是强行恢复只会让他的资质下降。
变为后天丹脉。王洛听到后也是满脸的不甘心。楚玄又接着说自己有一套功法，需要虚空天火锤炼749天，便可恢复先天丹脉。但如果意志不坚定，便是生死道消。王洛想都没想就选择了虚空天火，还说自己要么一飞冲天，傲绝天下，要么就此消散于天地，绝不甘庸碌一生。丁月听到后也非常支持这位师弟。楚玄看王洛如此坚定，就传授他虚空神火诀。王洛看到如此强大的功法，也知道这回自己绝对是跟对人了。手中的一缕天火气息也是靠意志炼化。苏仙儿看天火如此霸道，想劝王洛放弃，没想到王洛很坚定的再次选择虚空天火。楚玄看到后，直接把他传送进了自己的小世界，让他再次完成自己的丹脉续结。王洛也不犹豫，直接开始炼化天火，并在心中暗自发誓，一定要让瞧不起自己的人仰望自己，让他们全都高攀不起。楚玄看着小世界中的王洛，不知这个气运之子能不能扛得住这个造化。王洛果然不负众望，凭借着自己的意志力成功炼化天火，先天丹脉恢复的他境界也得到了提升。当然，这对楚玄来说也是好事，因为系统的奖励也来了。楚玄领取奖励，瞬间突破尊境6种，还得到了百锻炼神术全篇。凭借着之前的残卷都已经称霸南州，这次更是实现神魂攻防一体，甚至连高自己3重的敌人也可以战。恢复好的王洛从小世界中走出，拱手抱拳感谢自己的老师楚玄。但看着王洛坚定的眼神中有心事，楚玄赶快叮嘱王洛，如果想在炼丹一途中更进一步，那么一定要记住一句话：心中无女人，炼丹自然神。如果痴迷于美色，那么终将消亡于天地间。王洛听后表示谨记师父教诲。楚玄看王洛虽然恢复先天丹脉，但没有趁手的装备，随后拿出神级火炉与蒲扇赐予王洛。王洛哪里见过神级火炉，就连自己的家族镇族丹炉也不过是半神器而已。接着楚玄又拿出万千丹经与万灵典。王洛看到此书的博大精深，当场就把自己整不会了。楚玄还让王洛把苏仙儿、丁月全部交过来，因为他要传授几人一门神魂大术。几人听后也表示一定认真修炼。一切安排妥当的楚玄决定开启万天金光一光。不成想镜子中出现一女子，此女子英姿飒爽，风华绝代，而且20多岁的年纪，境界居然达到了地境3重。楚玄断定此人身上一定有着某些特殊机缘，随即查看，居然发现此人是人王世家的天骄，不但拥有人王血脉，还是大秦帝尊秦莹的转世之身。楚玄也没料到大秦帝尊居然是个女子，再想探查，居然被此人身上的人王道兵干扰。楚玄看出此人的身份与家族在当地绝对首屈一指，决定在他身上留下最后一个印记，因为此人就是战魔谷地的重要布局人。楚玄此时也想到了秦可运，决定让鲍红艳通知秦可运来自己这里。楚玄要从女帝口中得到一些大秦秘辛。在大秦万人纸上的女帝，居然偷偷扮成侍女，来到一个男人的宅院中。此人是大秦帝国最高统治者。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件，居然是楚家废物楚玄送来的，要求他打扮成婢女模样前往楚家。秦可运看到后很是震惊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按照信中的打扮离开皇宫，来到了楚家的一处宅院内，在这里见到了楚家废物楚玄。楚玄开口问道：“大秦帝尊是男是女？”秦可运不知楚玄是何意。大秦帝尊当然是盖世无双的大丈夫了。楚玄一阵无语，没想到秦莹现在转世成为了女人。若是当初的老伙计们转世归来，发现自己的老大成为一名女子，秦可运看到楚玄如此状态，想要离开。楚玄继续问道：“秦可运执掌大秦，是否为了迎接秦莹做准备？”秦可运听后冷汗直流，表示自己说什么也不会背叛帝尊的。楚玄看到此景后却很满意，挥了挥手就让秦可运退下了。由于秦莹变成一女子，让战魔谷地的布局越来越有趣。楚玄打开万天镜查看秦莹，秦莹此时正坐在山顶修炼，不料身后突然出现一男子。男子200多岁，但已达到地境9重，也算得上是一代天骄。男子殷勤地为秦莹送上药物，楚玄也看得出男子是一名老舔狗了。男子还十分殷勤地介绍药物的功效，没想到秦莹直接起身怒喷男子。男子非但没生气，还色迷离地看向秦莹。秦莹身边顿时杀气四起，男子看到后眼睛都飞出来了。秦莹十分愤怒地拿起长枪，直接跳到空中，对着男子呲了过去。男子躲开后，居然还在旁边鼓掌，这一举动成功激怒了秦莹，散去。秦莹愣在原地，没想到自己堂堂秦国帝尊，现在居然沦为了一个娘们儿，他到底有多惨？他曾是南州秦国帝尊，独领南州数千年，却阴差阳错转世成为女儿身。这一切还要从他18岁说起。18岁的他正在洗澡，突然觉醒了前世的记忆。他也为自己的转世成功感到高兴，但是当手抚摸过胸肌时感到不对劲，为何自己的胸肌如此壮硕，自己居然变成了娘们？秦莹从此发奋修炼，但是还是缺一门炼体的法门，不能达到前世的霸体状态。秦莹所在的家族非常强大，自己也在同辈中属第一，人送外号冰山佳人洛莹。在洛家的族地中，所有人见到洛莹都要尊称一声三小姐。洛莹听到后面色阴沉，看着手腕上的玉镯，心想自己成为女人一定与这人王道兵有关系。自己的妈妈也上前劝说不要太过逞强，
还想劝洛莹放弃炼体。洛家神法无数，哪本都比炼体要强。可洛莹则表示自己绝对不会放弃。母亲则上前看着洛莹的肌肤，不知道洛莹为何要炼体。洛莹则表示自己不要白嫩的肌肤，自己要做一个猛男，要猛。还询问母亲是否知道世间有没有法能让女人变成男人。母亲听后对洛莹的想法很震惊，以为洛莹练功走火入魔了，呼唤下人赶快去请大族老。洛莹看着眼前的一幕，也不知怎么解释。此事也成为了族中的绝密事件，这一切都被楚玄看在眼中。推测如果变性必将阴阳大乱，由于一直偷窥导致消耗过大，楚玄赶紧吃上几颗丹药补一补，还决定以后把精力全放在洛莹身上。洛家的藏经阁内，洛莹还在苦苦寻找炼体法术，可终究没有一本合自己心意。就在往回走时，却被一人拦下，原来是舔狗师兄带着礼物来了。洛莹则直接让其滚蛋，舔狗非但没有滚，还被洛莹生气的神态吸引。洛莹也是话不多说，直接举枪就刺，在院子中追的舔狗乱跑。楚玄此时也关闭了万天镜，从中受到启发，决定让自己的弟子也开始炼体之法。楚玄也叫来自己的弟子，决定教他们炼体之术。苏仙儿这时也想加入，可楚玄则问他想不想成为金刚芭比。苏仙儿想了想，还是算了吧。楚玄传授丁月以剑道为主导的炼体之术，传授王洛九炼神体，九九归一，连成后肉身九变，神兵难伤。两人得到造化后，赶忙谢过师尊。楚玄此时也开始犯难，要不要传授给秦莹一门炼体大术？但一想到金刚芭比版的秦莹，楚玄决定还是先观察观察再议，起码也要先弄清楚战魔谷地之后才行。看着周中的魔陀快要被完全度化，战魔谷地的秘密也即将要被揭晓。此时的洛莹还在追杀舔狗表哥，表哥许下承诺一定帮助洛莹找到炼体术，还是那种很猛的炼体术。洛莹听到后才消气，表示要是做不到就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。看着表哥离开的身影，洛莹十分感慨，没想到自己有一天居然要靠美色迷惑人，想着回家被所有人叫做小姐，还不如在外面找个地方尽快提升实力。此时突然有两个蒙面人从天而降，看着两人居然都是地境五重的修为，洛莹也十分认真地看待两人。蒙面人二话不说，直接展开地狱，两人一跃而起，对着洛莹就杀了过来。洛莹则提枪反击，挡下二人攻击。此时心中也在猜测二人究竟为何人。随着战斗的持续打响，楚玄也看出一些端倪。洛莹虽然境界不如两人，但对预知力的运用与感悟远超两人，将预知力加持在武器与自身之上，比两人扩散开来的预知力更集中，威力更强。两人也没想到围攻被小自己两个境界的人轻松化解。洛莹看着眼前的状况，也决定不再鏖战下去。随后纵身一跃，跳起百米，只见空中的他把手中的长枪一挥，一道枪芒瞬间奔着两人杀去。两人虽然挡住攻击，但冷汗直流。此时的洛莹再次提枪，手中的银枪变得巨大无比，立即直接结束了两人。看着眼前的两人身负重伤，洛莹却在身后感觉到了危机。洛莹回头望去，一拳便打碎了从身后飞来的暗器，可暗器又从四面八方袭来。洛莹开启地狱进行抵挡，却有一枚暗器从身后刺了过来，暗器划破了洛莹的腰间。洛莹看着自己腰部的伤口，一言不合就要化身猛男，可突然又停止了。如今自己是女儿身，如果化身猛男爆衣的话就会走光。面对四人的包夹，洛莹不知所措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刚才重伤的两人逃走。洛莹看着眼前的几人全部都是地境三重，而且都是擅长刺杀之术的杀手，心想几天估计要凶多吉少。随即几人移动身形，慢慢消散在了空气中。洛莹挥枪却只能打中几人的虚影，可以逆身行术在洛莹看来只是雕虫小技。随后亮出银枪不断前冲，趁着烟雾弥漫自己也隐匿起来。楚玄看到后不禁感叹洛莹的手段，随后开启天津神童继续偷窥。四名杀手也以为洛莹打不过逃走了，没想到此时一点寒芒先到，随后枪出如龙，直接击杀一名杀手，然后银枪一个横扫打向另一个杀手，看着神魂飘走拿下双杀。剩下两人见状不好，纷纷逃离。楚玄看着逃离的神魂，不禁感叹洛莹的手段，因为逃离的神魂已经被洛莹用秘术锁定。此时表哥也赶到，要找出幕后黑手。此事导致东域中州风起云涌，居然爆发了天境强者间的大战，人王世家用实力斩杀一位天境强者，但是背后的主使依旧没能揪出来。楚玄也感叹人王世家的强大，居然连天境强者都能击杀，自己还是需要尽快提升实力。看着小世界内丁月与王洛都进步神速，苏仙儿也在为突破地境做准备。楚玄却因为修为太高，在小世界中无法突破大境界而苦恼。楚玄决定要构建特殊的域，避开南州规则，在乾坤空间中直接引导大道规则。这时黑月楼传来了新的消息，原来是曾经有天境强者坐镇，上古遗迹白圣山即将开启。快看这烟雾缭绕的仙府，这里本是上古遗迹白圣山，曾经有天境强者坐镇，可人魔一战导致这里沦陷，但时隔1000年，这里即将重新开启。
楚玄也接到了情报，认为白圣山必将出现天大机缘。南州的三国三宗已经派遣强者前去争夺，楚玄也决定探一探这趟浑水，顺便再赚上一笔系统奖励。楚玄召唤出还在小世界中修炼的丁月，告诉他白圣山的情况，并派他前去，即使历练也能顺便取几样宝贝。楚玄提醒丁月，这次可能有九剑山的人，作为九剑山的弃徒可有忌惮。丁月非但没有忌惮，反而求之不得。楚玄看丁月势在必得，也坚定心中的想法，是时候做个了断，证明自己的实力了。丁月则双手抱拳，定不辱师父使命。此时的九剑山外围已经站满了无数修士，可能进入的全都是有强大帮派之人。作为无依无靠的散修，只能在外围观看，而作为三宗之一的飘花阁迟迟没有到场，这也让其他几大势力虎视眈眈。此时的几大势力间也在互相嘲讽，素有恩怨的势力间正在进行口舌之争，其中修为普遍较低的秦国被各种针对，还有帮派想联合邪王一起灭掉秦国，可此时的邪王却一反常态，表示邪王听从不以多欺少。所有人挺这句话能从邪王口中说出，都感觉像是用下边放出来一样。但此时的秦国代表却松了一口气。可此时突然有人与秦国代表打招呼，原来是九剑山的援兵人来了。邪王看见九剑山派出的人也很震惊，刚刚与秦国交恶的帮派也面露愁容。原来九剑山来人正是应剑空，50岁就已经真境9重，甚至拒绝做宗主，只为一心追求剑道。九剑山三人落地与秦国行礼，这一切却被一女子看在眼里。女子的爷爷见状也做出决定，白圣山事件之后就去九剑山提亲，女子则一脸花痴，没有任何意见。可爷爷却听闻殷剑空与师妹有染，女子听后根本不在乎，只要自己能做正事，有多少小妾她是不在乎的。爷爷看向孙女也是没有办法。此时的白圣山突然传来声响，女子与爷爷赶快望了过去，邪王等人也都听见动静，抬头观望。难道白圣山就要在这众目睽睽之下开启了吗？此女子风华绝貌，人见人爱，作为飘花阁的圣女，一出场就迷倒众人。就在她洋洋得意之时，却有一个男子偏偏不吃这一套。这本是白圣山遗迹的开启之日，所有修行者都在此等待飘花阁的到来。邪王按耐不住说了几句，居然被大家当成是疯子。原来飘花阁作为三国三宗之一，实力与美貌是样样俱全，得罪他们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。就在大家议论时，有人发现飘花阁出现一人，但却是一男子持剑坐在树下。众人看到居然有人如此不知趣，纷纷开启了怒骂模式，甚至有人想出风头，直接跳出对着丁月攻了过来。此人真境3重，也算是佼佼者。可丁月看着此人的攻击依然不动，只见眼神中有一股杀气，随后一道剑芒划过，来者瞬间面色难堪，身体被一分为2倒的身亡。看到真境3重居然被直接秒杀，众人也对丁月的实力肯定，在场居然没有人能看清丁月的攻击。可这是应剑空认出了丁月，作为师兄的他认为丁月只是得到了一些机缘，在自己眼中还是曾经的废物。丁月则微微一笑，暗带嘲讽说道：难道50岁才真境9重不算废物吗？此话一出，令在场所有人震惊，令剑空也有些挂不住脸。丁月则持剑不动，继续嘲讽，反问应剑空如此实力是怎么在这里装波一的？自己今天在这就要扬名立万，一雪前耻。可他突然察觉有些不对，赶忙向桃林深处看去，一双玉足缓缓踏出，一个制服短裙也随之而来，如此的比例也是让人看后陶醉。一名曼妙的女子就这样出现在桃林中，众人认出此人乃是飘花阁圣女韩映梦，一个个的都色迷迷的多看2眼，就连殷剑空也被吸引无法自拔。可就在韩映梦洋洋得意之时，丁月却直接让他滚蛋，还说自己的心中只有剑，除了剑根本装不下任何人。此话一出，也是惊呆了在场所有人。此人作为第一宗门九剑山的弃徒，不但被青梅竹马戴帽子，还被奸夫踩在脚下凌辱。时隔多年，两人居然在白圣山再次相遇。丁月面对韩映梦的职责无动于衷，韩映梦则仗着自己的美貌让丁月道歉，可丁月却非常淡定的说不要。丁月越淡定，韩映梦越愤怒，丁月直接把韩映梦气成了超级赛亚人。韩映梦也决定一定要弄死丁月，可还没出手，就有人前来惹事。来者正是曾把丁月踩在脚下的应剑空。应剑空表示自己要为韩映梦出头，亲手收拾掉这个九剑山的弃徒。丁月却说应剑空的剑道不过如此，居然为了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破坏剑道，怪不得是此等境界的垃圾。韩映梦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了丁月，这一番话也把应剑空气得红温，直接拔剑要与丁月一较高下。做好战斗姿势的应剑空让丁月拔剑，在场的所有人也没想到应剑空会如此暴躁。可此时的丁月却淡定的冷哼一声，这个动作也让应剑空更加坚定自己，决定提剑直接将丁月碎尸万段。应剑空口中大喊丁废物，手持宝剑对着丁月就刺了过来。可丁月毅然不动，几个闪躲就躲开了攻击，用剑柄一挡就击退了应剑空。应剑空看出丁月与以往的不同，但嘴上还是质问丁月是不是看傻了忘记了拔剑。可丁月之时非常淡定的说你不配。丁月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应剑空，应剑空直接开启了最强形态，用出最强一击对着丁月刺了过去。丁月看着应剑空的攻击，只是嘴角微微一笑。此时的丁月终于拔出了宝剑，只见丁月周身都布满了剑气。
巨大的爆炸。等烟雾散去，隐约看得出一人已被刺中，被刺中的人正是嚣张的殷建空，而丁月却无比淡定地看着他。看着丁月十分淡定地站在原地，应建空根本不相信自己就这么败了，认为丁月一定动用了什么秘宝。丁月看着应建空输不起的样子，哈哈大笑。应建空不堪受辱，还想再比，可丁月瞬间出剑，直接架住了应建空。应建空却完全看不见丁月的出剑，但心里傲娇的他还以为是自己负伤导致，心想如果不轻敌，一定能轻松取胜。就在这时，丁月的青梅竹马跑了过来，看着自己的挚爱与情夫在自己眼前秀恩爱，丁月此时也彻底认定了楚玄的剑道。丁月问殷建空是否知道自己为何会输，殷建空听后一脸茫然。丁月的青梅竹马也不知道丁月想说什么。丁月当众指出，全是因为女人所致，因为殷建空心中有女人才如此。殷建空听后完全不懂丁月的话，青梅竹马也说丁月是在胡言乱语。丁月却说，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，因为心中有女人，所以你的心中有不仅，手中的剑自然就慢了。殷建空听后陷入沉思，居然慢慢认可了丁月的看法，回头呵斥让女人离自己远一点。丁月看到后不禁露出坏笑。半小时后，应建空恢复了体力，决定与丁月进行殊死一搏。大家也都看出应建空这回是要动真格的。应建空手持宝剑在空中鸣气，准备用出毕生所学之最强一击。丁月看到后反而异常开心，随着应建空一声大喊，一把巨大的宝剑从空中直逼丁月。丁月看到后聚气凝神，左脚一步踏出，用力一蹬，直接对着宝剑冲了过去。丁月像流星一样划破空气，直奔宝剑。发生巨大的爆炸，产生的能量波动让在常人无不震惊。殷建空看向天空，大喊丁月的名字，突然感觉到一丝危机。爆炸声中突然有人讲话：“输了。”只见应建空为中心的地面全部爆开。丁月看着眼前惨败的应建空，面无表情。应建空眼中却透露着不甘，眼见打不过，也只好放话：“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丁月却说他根本不配死于自己的剑下，这种不懂剑道的人简直脏了自己的剑。丁月还说应建空在自己眼里只不过一块石子，自己的目标那可是要屠神。众人听到丁月的话，有的很是疑惑，有的觉得丁月十分嚣张，还有人认可丁月的说辞，甚至有人想要拉丁月入伙。丁月的发小却在担心应建空，应建空此时心情犹如吃了黄金饼。但此时的楚玄就没有那么开心，正在因为看不见丁月的战况而烦恼。但此时系统突然送来了丰厚大礼，正好让楚玄如愿以偿能够远距离观战。看着系统奖励的窥天镜，楚玄真是对系统佩服的五体投地，赶紧打开窥天镜查看丁月战况。丁月此时还在羞辱应建空。邪王看着小慈一套一套的丁月，对丁月也是十分的敬仰。就在众人全部议论纷纷时，九剑山的其他弟子看不下去了，对着丁月就要开始打嘴仗。可丁月回头询问是否敢比试一番，其他弟子看着年事已大的师叔，纷纷上前劝阻。丁月看出此人只不过是最强王者，说不敢就不要打扰自己，随后便靠在树旁休息起来。此时丁月的发小前来劝架，还走到应建空身边，搀起应建空在丁月面前安慰起来。丁月则继续好言相劝，让应建空迷途知返，原来女人才能够追得上自己。此话一出，在场所有人无不震惊。看到丁月的身手后，韩应梦还想套近乎，没想到丁月看都不看就拒绝了。韩应梦只能气势汹汹地祝丁月早点投胎。面对韩映雪三番两次的示好，丁月全部无视掉，气得韩映雪当面诅咒其死亡。丁月的一番作为却引起了邪王的看好，韩映雪被气得恼羞成怒。丁月的发小也找机会为应建空报仇，邪王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慕，想招丁月来邪王庭执法。邪王的话一出，引起在座修仙者的不满，大前帝国直接出口呵斥。作为曾经的第一帝国，当然也想招募丁月，还说大前帝国小公主国色天香还未婚配，自己的女儿同样国色天香，精通琴棋歌赋。丁月如果加入大前，可以左拥右抱，另外灵气、丹药、地级神兵全部都可以提供。众人没想到大前居然如此下血本。秦国眼看大前占了先机，也感到危机，可丁月此时的心里却不这么想，他认为大前帝国这是在破坏自己的剑道，让自己违背师父的诺言，转头就对大前说道：“如再有乱我道心者，杀！”大前使者看到后赶忙抱拳赔礼道歉，但心里却在算计进入古迹后如何报复。丁月的一番作为却引起了韩映雪的好感。突然身后传来声音，原来是韩映雪的师父来了。韩映雪赶快向师父禀告了刚才的情况，没想到师父听后决定亲自出手出卖色相。殊不知周围的散修看到后也都在讨论，认为丁月既然不喜欢女人，那么随手众人纷纷离去。一个一个青年男子来到丁月面前，可丁月连韩映雪那种美女都能拒绝，何况这帮粗狂的老爷们儿。楚玄看到这一幕也憋不住笑出来，看样子南州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这天还宅在院子里的他，获得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，自己的哥哥楚元出走几年，居然带了个儿子回到家族，这与自己的极品老爹如出一辙。楚元回到家族，自然免不了一顿臭骂。楚玄认为哥哥过后一定回来找自己，
果不其然，楚元带着儿子来到楚玄院门口，找到楚玄后求楚玄帮忙。楚玄看着如此落魄的三哥，不禁感叹，以自己父亲为榜样，现在居然连情史都一模一样。楚玄开口问楚元想要帮什么忙，楚元则让楚玄帮助照顾自己的儿子楚平凡。看着楚平凡呆呆傻傻，楚玄认为是因为天赋一般，所以才取此名字。楚元一声叹气，开始回忆，原本楚元与大家族千金情投意合，在生下楚平凡后，女方被家族发现，不但派强者强行带走了女方，如果没有女方哀求，楚元也难逃一死。楚玄也发誓要去东周崛起，告诉他们楚元一生不弱于人。楚玄听后上前与三哥告别，偷偷注入一道护身符，如果不是天境强者都足以保护。楚平凡似乎也知道楚元要走，但也只能听楚元的话，留在此处安排好一切。楚元挥手离去，留下楚平凡不知如何是好。作为姑姑的楚云上前疏导，回头看向楚玄，想让他想一些办法。但是看到楚平凡的天赋简直有点，楚玄则说自己会炼制提升天赋的丹药。这时楚平凡则说自己喜欢刀。楚玄问道为何喜欢刀，因为刀很霸道，所以自己喜欢。楚云则说自己出去历练这么久，已经炼制成功很多丹药，还想把这些丹药送给楚玄。楚玄当然不会要这些丹药。楚云听到后决定先回祖宅再做打算。楚玄看着楚平凡年纪太小，如果送进小世界出来依旧是孩子，所以决定先教些别的。楚玄叫楚平凡来自己身前，然后送给楚平凡一把宝刀，这刀名叫平凡刀，是小世界中平凡树折下树枝制作而成。楚玄将这把刀赠予楚平凡，因为楚平凡虽然表面看起来笨笨的，实际上却是罕见的极道之才。